两人一路回到镇国侯府，程锦鹏还没有回来，所以沈琛将两人绑了关起来，然后直接去了太子休养的院子。哎呦，太子好辛苦啊，都病得快嗝屁了，竟然还是要处理这些事情啊！哎呀，不过还好太子身体能扛，今早给他诊脉的时候，这人脉象还不错。哎呀，有功夫就是不一样啊，有功夫了不起啊，身体都比别人恢复得快呢。要不是这身上还中着毒，这几天恢复下来都能去蹦迪了。让他进来吧。沈月娇兄妹俩进门行礼，由沈琛将事情经过汇报给太子听。李鸿战从头听到尾，完全像是在听故事。殿下。沈小姐还真是聪明。哼，我可真是谢谢你了，你才大聪明，你全家都是大聪明，骂人可真脏。我什么时候骂人了？没听明白沈月娇的心声，李鸿战疑惑的视线移到沈琛身上。沈琛微微摇头，示意自己也不知道。沈小姐怎么知道这人贩子的上线呢？回殿下，民女在春来胡同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没想到又在街上看见两人管孩子。沈琛去查一下春来胡同里的那个邱哥，看情况抓人，若有反抗直接刺死。是，属下领命。殿下，那个被拐的小孩要怎么处置？问下家在哪里，给送回去吧。家里恐怕都找疯了，反正一个孩子留下也没什么用。是，属下告退。民女告退。大哥，那孩子我去送吧，听他说话逻辑清楚，应该是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的。行，那你去送。两人分开，沈月娇去找刘耀祖。小孩似乎是觉得安全了，一点也没有劫后余生的后怕，还能和照看他的小丫鬟玩闹。喂，小孩，姐姐可终于回来了。见过沈小姐。不必多礼，我送这小孩回家。姐姐，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哼，胆子还挺大，你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我家在古生堂，古生堂的少东家是我爹。好吧，姐姐送你回家。沈月娇牵着小孩往外走。古生堂是京城有名的医馆，距离镇国侯府不远处。可能是因为时间较短，医馆里的人还不知道小孩子丢了。御书房内，康元帝疲惫地揉揉眉心，感觉一阵心累。众爱卿对于这件事怎么看？老臣觉得为今之计是要找出与东岳有牵扯的所有人，六皇子殿下身边之人更需要多注意。如今明面上与东岳有牵扯的只有六皇子，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但是这隐藏在暗处的人才是最麻烦的。臣建议应该先查清暗中势力，以免大张旗鼓的动作打草惊蛇。臣附议，再过不久就是各国进贡的日子，暗处的细作还是尽快扫清为好。龙毅去查暗处一切与他国有往来的人，搜寻一切证据，拦截信件。是。皇上，沈丫头过几日要离开京城了，不如老臣去探探口风，对于敌国细作，他或许能给些建议。可既然你跟沈丫头接触多，不如就将此事交给镇国侯吧。康元帝看了眼其他不明所以的几人，又道：你们还不知道小神女已经找到了吧？不如就让镇国侯跟你们说说。大哥，你怎么等在这里啊？找我有事吗？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没遇上什么事吧？没什么事啊，那小孩竟然是古生堂少东家的孩子，我将他送回去之后，顺便在医馆跟老大夫学习了一下。累了吧？快去休息会儿，侯爷晚些时候有事找你。
侯爷找我干什么呀？是关于人贩子的事儿吗？确实，侯爷回府便听说了你抓人贩子的事情，或许想问问你各种细节。程锦鹏听说沈月娇累了在休息，所以一直到晚膳之后才差人来喊他去了太子休息的院子。沈月娇跟在自家大哥身后进门行礼，一抬头属实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我去，啥玩意儿？为什么这么多人啊？咋的？这人贩子牵扯出来这么多人啊？不怪他大惊小怪，实在是屋里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多都是他没见过的。沈月娇将屋内的人一一扫过，同时心里早有准备的众人在听见沈月娇心声的时候还是惊讶了一番，不过也很快反应过来，将自己的表情调整好。哎，这不是我那个前外公吗？我要不要打个招呼啊？可是万一人家不想认我怎么办？我记得之前这位丞相大人好像就不太喜欢尚书府的人。哎，算了，还是不打招呼了吧。一个好的前外孙女应该就像死了一样。这孩子离开尚书府倒是活泼了不少，我就说嘛，自家女儿女婿是真不会教孩子。干嘛呢都？跟这儿玩1、2、3木头人呢？叫我来当裁判的这是？沈丫头啊，今日叫你来是，各位大人想听听你今日抓的2人的看法。民女没什么看法呀，这不是应该交给官府查吗？元芳，你怎么看？我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想怎么看就怎么看。问我的看法？我一个小农女能有什么看法？我告诉你我的看法，你的俸禄能给我吗？沈琛，你将今日查到的与各位大人说说。在审问过张大和夫妇之后，属下便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去了春来胡同，查了被称为秋哥的江冰秋，此人现如今已经被抓进大牢了。小布，查查看这个江冰秋，这会儿有名字了，应该能查到了吧？好的，主人。江冰秋拐卖人口20年，已经发展了无数下线。6年前将其中一个据点挪到京城，因为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6年来也确实没有被查过，而且这人有个副参领做亲戚，有些小事可以轻松摆平。都是一群阴险小人，只管隐在暗处，有能耐放到明面上来打一场啊！嗨，谁能想到齐贵妃竟然与人苟且，更没想到那奸夫竟然还跟东岳国有往来。齐贵妃的奸夫，那不就是朱兴吗？朱兴和东岳国还有关系啊？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东岳太子不知怎么得知朱兴会阵法，又查到他和贵妃齐蕊的关系，所以便答应他，只要取了大岳太子的性命，便能让他和齐贵妃2人改名换姓去东岳国生活。我记得原著中好像6皇子李弘卓在逼宫坐上皇位之后，好像还没有1个月就将大越国交给东岳太子，自己和女主谈恋爱去了吧？是的，就是东岳现在的太子，也是他的表哥。这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男人啊！话说在李弘卓逼宫之前，好像大越已经就很危险了，那时候周围好几个小国都往大越安插了不少眼线，简直太可怕了。是的，主人，不过现在还没有那么多啦，大部分都是在今年的国宴之后，看了东岳国的表现才开始有了冒犯大越的想法。这么说，一切都是因为东岳而起的咯？这东岳哪里来的勇气，敢来犯我大越？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大越有内应。内应？你说李弘卓？但是他不受宠啊，说起来应该是东岳辅佐他比较多吧？他现在能帮上东岳什么吗？内应可不止李弘卓一个哦。原来东岳在这边还安插了其他重要的人物吗？那为什么最后是6皇子逼宫上位了呢？而听到沈月娇心声的一众人被一个个消息砸下来，有些懵逼。
那内应是谁啊？是太后身边的管事嬷嬷，也是太后的救命恩人，深受太后信任，连皇上和皇后都不敢得罪呢。啊，那还真是个重要人物。不过管事嬷嬷一般不都是年纪挺大的吗？应该是和太后从小一起长大的才是，再不济也得是太后的陪嫁吧。这位齐嬷嬷可不是哦，她本来只是宫里的一个粗使嬷嬷，是因为一次宴会上的刺杀救了太后，所以才被太后留在身边。我去，这东越人是想在我大越国打升级呢，还是要养成呢？他们就不怕这些人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之后直接脱离掌控了？那到时候岂不是鸡飞蛋打了？或许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不过最后的结局表明他们做得很成功呢。众大臣被气得脸红脖子粗，太子更是直接咳嗽不止。若不是听见沈月娇的心声，谁能想到东越国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看样子已经计划了多年，而且准备打持久战，慢慢将自己人渗透进大越了。他们心里同时想到自己府上的细作都是哪些人，想到这里，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去，赶紧将府上的人清理一遍。不行，我得找机会给太子提个醒，赶紧仔细查查东越的奸细，否则大越国真的要沦陷了。可是我怎么提醒呢？我说了，会有人信吗？我信，你说我就信。看出了几个大臣焦灼的心情，太子也不多留他们。孤有些乏了，臣等先行告退，望殿下保重身体。大臣们接得有些迫不及待，话题转变之快，让沈月娇都没有反应过来。民女告退。说走咱就走呀，一起走呀，别停留呀，嘿嘿嘿嘿嘿嘿。次日一早，沈月娇便去了古生堂。听说今日有个常年腿伤的病人，沈月娇还在空间里取出自己研制的止痛药带上。哎呀，这沈大夫您可算来了，病人都等候多时了。让病人准备好，我整理一下就过去。等他到了刘向远单独安排的药房时，果然病人都已经到齐了，只是比昨日说好的还多出一个人。刘向远对上他疑惑的眼神，主动解释：这位是朱员外，他最近皮肤出了些问题，外面坐诊的大夫都开不出药方，所以便想找您来试试。皮肤哪里出了问题？腰上起了密密麻麻的脓包，还挺疼，有几处已经化脓破了。只长在腰上？去屏风后面，让我看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5天了，最开始只是起了一些红疙瘩，现在变成了脓包，不碰的时候还能忍着，一碰就更疼了。是带状疱疹，要按时吃药，忌辛辣刺激性食物，饮食需要清淡些，少吃油腻。知道了，大夫。这是什么呀？能治好吗？就是你们经常说的缠腰龙，能治。回去好好吃药吧。什么？缠腰龙？怎么了？大夫，你可别吓我，我怎么会得缠腰龙呢？我还没活够啊！没活够就继续活着呀，我这不是给你开药了吗？回去记得遵医嘱，别担心，这病能治。他突然想起古代医疗技术有限，好像是有缠腰龙长满一圈会死人的说法，就知道这些人这么惊讶是在想什么了。
真的吗？大夫，你连缠腰龙都能治啊？神医呀，神医，您快给我看看，我这腿疼的老毛病可是好多年了。大娘，稍等一下，我先将住院外的药方开好。大夫啊，只需要吃药，缠腰龙就能好了？会好的，不要有太大压力。这张药方1日2次，早晚服用，需要用7天。若是中间有发热的情况，便吃1粒这个药丸。好。沈月娇又给其他人都诊了脉，开了药方。终于在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刘向远才有机会跟他说上话。沈大夫刚拿来那个退热的药丸，还有治风湿的药膏，都是自己制的吗？确实是我自己做的。刘东家这是有什么想法吗？我是想问问沈大夫自己研制的药，愿不愿意放到古生堂售卖？若是刘东家给的价格合适，那我当然是愿意的。就是不知道刘东家能不能出得起我要的价格。沈姑娘制药所需要的药材，我古生堂全部提供。沈姑娘制成的药丸和膏药所卖出的利润，我们3七分如何？古生堂拿3成。刘东家不如将你的条件全部说来听听。我想让沈姑娘持续我一家合作。沈月娇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刘东家应该知道我的药有多难得。先不说止痛的药膏怎么样，就是那退热的药丸，我敢保证比目前市面上的汤药效果要好得多。这样的药，恐怕古生堂一家吃不下。沈月娇见他只是皱眉一言不发，便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刘东家不如换个方式和我合作。说来听听，什么方式啊？我出药方，你出人和药材，我们开一个制药厂，这样也能给其他医馆甚至药商提供药，大家都有的赚。我只出药方，教人制药步骤，拿3成利润。嘿，这个好啊！事情都谈好，双方签好契约，按了手印，才算达成合作。那么刘东家合作愉快了？合作愉快。你也无需这么客气，我比你大了1轮多，你又是药祖的救命恩人，若是不嫌弃，可以叫我一声刘叔。沈月娇点头笑着喊了一声刘叔，而后告辞离开。回到镇国侯府的时候，正巧遇上程景鹏将整个镇国侯府的下人都给召集在前院。什么情况？咋都在这儿干啥呢？突然听见沈月娇的声音，眼睛一亮，赶紧向声音响起的方向看去。沈丫头回来了呀！正好我给家里的孩子挑随身丫鬟和小厮，听说你会相面，不如过来帮我看看。沈月娇懵了一下，随后看了眼院子里的人，老少男女皆有。好的。确定这是选丫鬟小厮吗？那这些老嬷嬷和护院是怎么回事啊？那边还有马夫。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趁机提醒一下镇国侯他府中有内奸的事情。来，沈丫头，别拘束，你转一圈，给他们都看看面相。哎呀，是没想到啊，堂堂镇国侯还信这些，说是给孩子找小厮和丫鬟，那不会是给大反派找的吧？大反派回家了。据书中描写，大反派长得无敌好看，不知道真的假的啊？想看看。大反派？沈丫头说回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大反派在外面。我现在确实有2个儿子在外面，我儿子是大反派。小布，你看看这些人里有多少是东越国派来的细作，有没有深受程景鹏信任之人？一共18个从大越国派过来的细作，倒是没有深受信任之人，
毕竟程锦鹏从战场上回来没多长时间，侯夫人只信任自己带过来的陪嫁和程锦鹏留下来的几个老人，所以东越国派过来的人倒是还没有派上什么用场。18个，有这么多吗？那先叫人找出来吧，不要让他们有升级的机会才好啊。主人正前方就有一个，那是侯府的马夫，说起来也算是位置比较重要的人吧。还有右后方那个倒夜香的，那可是戏作中的元老人物。沈月娇走了一圈下来，果然在小布的提醒下找出来18个人。他也在经过程锦鹏同意之后，将这18个人单独列出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还在里面混迹了几个品行不好的人。沈月娇当然还记得程锦鹏最初叫自己挑人的目的，所以还真挑选了6个品行好又对侯府主子忠诚的丫鬟。侯爷，借一步说话。那便去书房说。沈月娇点头，跟在他后面进了书房。沈丫头有什么话要与本侯说的？侯爷是知道的，我会些看相的本事，因为经常会研究别人的面相，所以对人的五官形态比较熟悉。接下来的话，侯爷可能会有所怀疑，但是我还是希望侯爷能去查一下。说无妨，我自是信得过你。我发现有几个人，他们的五官跟我们大越国的人有些不同。那几个人的颧骨较高，导致脸部显得扁平宽大。大越国的人鼻翼稍微宽，而且圆润，鼻梁不高且不直，但整体脸部立体度明显，侧面的轮廓线分明，这便是最大的不同。若是仔细观察，他们从五官到肤色都和我们大不相同。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东越派过来的细作？是不是细作，还需要侯爷自己去查验。不过，正常来说，东越人怎么会来我们大越做奴才呢？还别问我啊，你自己去查，顺便也让其他大臣查一下。最重要的是宫里啊，可一定要查查。太后身边的那个救命的嬷嬷，一定要给他揪出来啊！哎呀，我要怎么提醒他一下那个管事嬷嬷的问题呢？真是头疼。我会查。前几日皇上查出太后身边的管事嬷嬷身份有些问题，看来侯府也得查查那些人的身份了。啊？抓出来了！丫头啊，是不是想去皇宫里玩玩？本侯带你去看看。程锦鹏突然眼前一亮，带着沈月娇去皇宫和各个府上转一圈，这细作不都找出来了吗？这哪里还需要费劲去查呀？自己查，他们还怕查得不干净呢。谁能想到东越人做事这么猖狂，竟然往他们大越安排进来这么多人。等科举过后就是国宴，到时候得让东越吃些教训。这次正好利用东越来个杀鸡儆猴。沈月娇看着程锦鹏，就像是在看一个神经病。啊，我没事去皇宫干什么？我膝盖不想要了。啊，多谢侯爷赏识，不过不用了，民女明日就要回青州府了，今日想跟大哥好好道个别。程锦鹏已经习惯了他表里不一的作风，见他不想进宫也没有多说，看来他得跟皇上说说小神女不喜欢下跪。对于他要回青州的事，虽然早有准备，但是听说明天要离开，还是万分不舍。也不知道招待他国人的国宴之前，小神女能不能赶回来。要不找人送你回去？那能让我大哥陪我回去吗？你大哥的事情我现在做不了主，他现在去了太子手下当差，得问问太子才行。哦对，我忘记了，大哥好像升官了，这应该算是升官吧。哎呀，那还是不耽误大哥了，让他继续努力工作吧。不过太子身边现在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大哥想念家人，太子体恤下属，一定会同意你大哥陪同你回去的。嗯，是这样吗？
我大哥想家了？原来话还能这么说啊！哼，你一个武将，为什么比永安王的心眼子还多？原来话还能这么说啊！哼，你一个武将，为什么比永安王的心眼子还多？哈，本侯先去安排人查查那几个东越人，你可以去找你大哥了。他得把人查清楚了，然后去禀报皇上。唉，托小神女的福，他一定是第一个查清府中细作的人。程锦鹏美滋滋的离开，徒留下沈月娇一人懵逼的站在书房里。书房重地，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防备吗？沈月娇还是先去问了自家大哥的意见，在确定大哥也想跟他一起回青州府之后，才去找了太子。果然如程锦鹏所说，太子一点都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所以第二天出发的时候便是4个人，除了本来计划好的3人之外，还有太子另外安排了一个女暗卫跟着他们。美其名曰沈月娇一个女孩子做什么事不方便，不如带上暗柳，有什么事直接吩咐暗柳去做就好。暗柳武功很强，但是沉默寡言，不爱说话。沈月娇打心里喜欢这个有分寸感的小姐姐。沈月娇本来以为这是太子派来监视自己的，却没想到太子殿下还将暗柳的卖身契给了自己，这就让她对太子的印象好了不少。连续2天都是在枯燥的赶路，终于在第3天下午，他们到了永定县。沈琛见前面有客栈，便提议休息一下。娇娇累不累？我们先去前面客栈休息一下。好哎，那在赶路的时候我自己骑马。大哥你放心，我累了就会回马车上休息。行，那你累了记得休息。在其他人都休息的时候，沈月娇独自一人出去逛街了。沈月娇溜溜达达进了一家卖胭脂水粉的铺子，看起来生意很冷清的样子，老板娘却是很热情，她一进门就有人迎了上来。这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啊，我想给姐姐选些口脂，老板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啊，口脂都在这边，小姐到这边看。浅红、大红啊，还有无色的，我都要。老板娘，给我装起来。沈月娇又看了看其他上妆需要的东西，基本上买了全套化妆品，这可将老板娘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沈月娇最后被老板娘热情地送出门，还给沈月娇推荐了这城里最大的成衣铺子。其实她对成衣铺子不是很在意，不过她对老板娘所说的香膏倒是有些好奇。听说那香膏是成衣铺子的老板自己研制的，深受各位小姐夫人的喜欢。见天色还早，她便直接去了那家成衣铺子。不愧是安定县最大的成衣铺子，这里面就比刚才的胭脂店热闹多了。哎，请问香膏有几种味道啊？哼，土包子了吧？这香膏可是我们老板自己研制出来的，只这一种味道便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你还想要几种味道？这香膏只有你们店里卖？那当然，我们店里的香膏可是独一份啊，别说永定县了，就是整个大越国都没有第2家。怎么了？大家都围在这里做什么？哎呀，是娇娇呀！怎么来了永定县不跟姐姐说一声呢？你哪位啊？小布，这人是谁啊？沈佳瑶，主人的前堂姐。沈月娇恍惚一下，才想起来，还真是前堂姐，陈向东大哥家的女儿。3年前便嫁人了，不过现在变化好像有些大。他记得这个女人之前可是胆小懦弱的很，见到人都是低着头的，这怎么还嫁了个人就大变样了呢？堂妹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是不是我没来迎接堂妹，所以你生气了？啊，你瞧我差点忘了，
你已经不是我二叔的女儿了，我不应该叫你堂妹了。知道就好，人狗殊途，你还是离我远一点，要不然我怕被你咬。你怎么敢对我们东家这样说话？你知道我们东家是谁吗？哼，这是你东家？你东家谁啊？哼，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配知道我们东家的身份。嘿，堂妹，你不是被送回村里了吗？你不会是日子过不下去，又想回京城吧？你竟然抛下家人不管了吗？可是二婶应该不会同意你回去的吧？毕竟她最宠甜甜了。哎，你放心，沈家呢，我是不会回去的，也就只有你拿沈家当成宝吧。可惜了呢，沈尚书似乎也看不上你这种商贾的女儿吧。哎呀，无论怎样，姐姐现在过得都比娇娇好一些。自从我研制出这香膏啊，在梁家的日子可是如日中天呢。东家，你和他一个村姑说这些，他能懂什么？刚才他竟然还问我这香膏有几种香味，可真是土包子。别胡说，妹妹也只是没见过而已。娇娇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来找姐姐。虽然你已经被二叔赶出去了，但是有困难，姐姐还是愿意尽力帮忙的。哎呦，梁舍夫人真是善良呢，这样不知尊卑的土包子，您竟然都愿意帮忙。哎呦，这梁少爷可真是有福气啊，都已经瘫痪在床了，居然还能娶到如此贤惠大度的夫人呢。哼，香膏是你研制的，独一份儿，你想帮我？是，当然是我研制的，而且只有我一家店铺有售卖。哎，小布，这女人不对劲儿啊，她在心虚什么啊？可能是因为这香膏的配方是别人给他的吧。别人给他的？谁给他的？为什么要给他？是沈甜甜给的配方，不过似乎这配方有些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小布这边就查不出来了。那就怪不得了，沈甜甜的便宜都敢占，还真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呢。沈月娇想起来了，书中写过沈甜甜的一位堂姐因为铺子出了问题闯下了大祸，还陷害过沈甜甜。如今看来这怕不是陷害吧，只不过沈佳瑶拿不出沈甜甜利用她的证据而已。不愧是女主，手段高得很。娇娇妹妹怎么不说话了？你想要香膏吗？不如姐姐送你一罐。我呢也研制出了一款香膏，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比得过姐姐香膏的味道。就你还能做出香膏来，还真是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出门匆忙只带了一盒香膏呢，各位谁有兴趣试一下呀？我的香膏不只是味道好闻，润肤的效果也很好哟。沈佳瑶见她真的拿出了香膏，眼中闪过一抹慌乱，而且打开盖子便可以闻到一股花香，比她研制的香膏可好闻多了。不知道沈月娇这是哪里来的方子，但是现在知道一点，那就是一定不能让沈月娇的香膏得到大家的认可。娇娇，别胡闹，香膏可不是随便抹的，各位小姐夫人的身子都金贵，你可别因为想出风头害了大家。我怎么会害了大家呢？我可以亲自给大家试用哦，而且也可以拿给大夫检查。就是不知道姐姐的香膏能不能经得起检查呢？其实呢，我手里这个不叫香膏，而是叫面霜，可以涂抹在脸上，使自己的皮肤变得水嫩光滑，还带着淡淡的香气，类似于体香，不会刺鼻。她本就年纪小，满脸的胶原蛋白，
涂抹上面霜的半边脸更是显得水润滑嫩，甚至有人主动凑上来轻轻嗅了嗅。嘿，果然只有淡淡的花香味，一点也不刺鼻。哎，这位小姐，要不要试试啊？若是担心过敏，可以先在手背上试一下。那就多谢姑娘了，给我试试。若是好用的话，我便多买几盒。哎，我也要试试。小姑娘，给我也试试呗。哎，还有我。嘿，你这个香啊，不对，应该叫面霜是吧？给我来2盒，要多少银子？我也要1盒，这个味道好好闻啊，而且不像梁少夫人的香膏那么浓的香气。他狠狠地掐了旁边的侍者一下，示意他赶紧将人赶出去，别挡着自己做生意，还在眼前碍着自己的眼。沈月娇时刻注意着沈佳瑶的动静，心里暗自发笑，就这点心理素质还想跟他斗。抱歉啊，这是我自己做来用的，还没有多余的可以卖。不过我想在安定县找一家胭脂铺子合作卖面霜，到时候欢迎大家捧场啊。姑娘，里面那个卖香膏的小姑娘能不能给我供货？堂妹，你今日来姐姐铺子里就是想将这面霜放在姐姐铺子里卖的吧？我们去里间说。哟，这样不好吧？我这面霜和姐姐的香膏有冲突，而且刚才姐姐不是还信不过我的香膏呢吗？姐姐也是担心娇娇做错事啊，毕竟往脸上抹的东西可不能马虎。娇娇你应该知道，做生意还是要跟亲近的人才不会吃亏，姐姐不会坑你的。那就试试看，看我在永定县跟别人合作能不能顺利。姐姐，你可得睁大眼睛看好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少夫人可是你姐姐，你怎么如此不敬长姐？你有没有教养？我给你脸了是不是？给爷滚！管好你的狗！是哪位姐姐想要让我给铺子供货呀？小姑娘嘴真甜，我已经让人备好茶点，不如去我铺子里谈。当然，姐姐等我。次日一早，沈月娇让暗柳去沈佳瑶的店里买了1罐香膏。她很好奇这香膏的成分有什么问题，是怎么让人毁容的。小姐，您要的东西。昨日在城里逛了一圈，就看上这个。这玩意儿我可看不上，昨日我是去谈生意去了。谈生意？什么生意？我这次回去呢，打算开一家胭脂水粉的铺子，让无忧帮我打理。正好铺子里的货品有我自己研制的。昨日碰巧遇上了永定县一家胭脂铺子的老板，已经谈好了给对方供货。好，娇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需要大哥帮忙的就跟大哥说。哇咔咔咔咔，我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这可能就是昨天碰到沈佳瑶太恶心了，老天给我的补偿。不过这沈佳瑶怎么说也是沈甜甜的堂姐吧，沈甜甜可真是为了银子什么都做得出来。怎么又提到了沈甜甜？她为了银子做出了什么事？谢谢小姐，无忧一定会帮小姐将铺子经营好，不会让小姐失望。那我肯定相信你，放心吧，我们的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沈月娇谈起赚钱的事儿，眼睛闪闪发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早饭结束，一行人继续赶路。一连几天的赶路，终于在半月之后到达了青州府。主人，欢迎主人回家。小布，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娇娇，阿琛，娘，我回来了。娘，对不起啊，让您担心了。哎呀，你这丫头，以后可不能这么吓唬娘了。不过也幸好你是跟着端木大人安排的人一起，以后可不能这么任性了。想去京城，让你三哥陪你。看看，娇娇这都瘦了。书院里的沈烨还不知道自家妹妹和大哥从京城回来了，他如今正在努力完成先生安排的任务。自从搬到府城之后，他便开始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能力，不再藏拙，而他的才华自然引起了书院先生的注意，所以总会占用些他的空余时间，帮其他学生看看文章。今日依旧同之前一样，他帮先生批改文章，只不过今天的文章让他发现了问题，有2个同窗的文章是他之前闲暇时候写的废稿。先生，您看这2位同窗应该怎么处置？这件事我会和院长商量，你先回去吧。那学生先告退了。沈烨皱眉，不过也没多纠缠，转身便离开，去了赵先生的书房。虽然是废稿，但这件事他也不想就这么算了。晚上沈括提前从模考区回家。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娇娇呢？怎么，大哥不能回来？三哥，我也一起回来喽。三哥，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那边有人看着，三哥就回来偷个懒。兄妹几人聊天的功夫，沈清2人已经将饭菜做好了，端上桌。沈月娇在听见他娘说等沈烨府试结束便全家搬去京城的时候，还惊讶了一下，没想到都不用自己说，外公和娘亲都已经商量好了。您对二哥还挺有信心啊。就算你二哥没考中，我们也打算去京城的，不能让你大哥大嫂长时间分开。当然，这只是他的借口。若真是为了大儿子，那只让儿媳进京就好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沈月娇，以他的不同寻常之处，早晚是要去京城的，让他自己去京城，他们不放心。为了能够照顾一二，所以他们决定全家一起去。而沈月娇最喜欢的也是家里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整整齐齐的劲儿，就是要全家拧成一股绳儿，这样的家庭才是她想要的。而沈家人一直在惦记和防备的事情，也在晚饭后大家一起到书房议事之时，从沈琛口中证实了。知道沈琛回来肯定是要带消息的，所以沈良直接将在书院的沈烨喊了回来，沈琛则是在一家人面前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全部整理说了出来。如今皇上已经见过娇娇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皇上和几位朝中重臣都可以听见娇娇的心声。听镇国侯提起，皇上有将娇娇封为神女的打算。在皇上梦里，沈家人听见沈琛带回来的新消息，一时间震惊得回不过神来。不过再想到娇娇平时心声中透露出来的种种功德、天雷，还有那突如其来的医术，无一不证明娇娇被称为神女也不为过。她的到来或许真的是有自己的使命。大哥，你们这次从京城到青州府用了多长时间啊？一共用了18天，中间担心娇娇累到，还休息了几次。那娇娇将你救下之后，又在京城停留了几天啊？也就5天时间而已。可是娇娇上个月初7那天，这夜里才离开的啊。而今日是7月初1，也就是说沈月娇满打满算也就才离开25天而已。除去回来路上的时间和在京城逗留的时间，娇娇从京城府去救大哥，路上只用了不到1天时间。而这还是他们大概算的时间，若仔细算来，甚至只用了几个时辰的时间。沈家人心中忐忑，
同时想到一个问题：这娇娇是怎么做到的？娇娇又借助了神力，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日见到娇娇，天色还有些暗，我又受了伤，没看太清楚，只知道娇娇似乎有些疲惫，脸色苍白。沈琛回想了一下自家妹妹当时的状态，他那时以为娇娇是因为预测到自己有危险，所以提前出发来救自己的。见娇娇脸色难看，也只以为那是因为赶路累的。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借助了神力？那会对娇娇的身体有影响吗？见自家大哥脸色难看，沈烨安慰道：大哥别担心，刚才娇娇看起来很精神，而且还考虑开胭脂铺子的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明天试探一下娇娇，若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们提前补救。这丫头平时大大咧咧的，别再遗漏了什么。周云京那边对家里动手了？是，他竟然还买了杀手。周云京买了崔烟客的杀手。还好娇娇让小布回来帮忙，我们才能将娘亲安全的救回来。周云京下朝的路上被雷劈晕过去，这件事情不少百姓和官员看到，而且同一天侍郎府上空被乌鸦遮盖。如今京城百姓都在传言，周云京因为抛妻弃子攀附权贵遭了报应，老天都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会降下天雷劈了周云京。至于新的传言，什么周云京请了大师的那一套说辞，沈琛根本没放在心上。毕竟他在离开京城前可是给周云京准备了一份大礼，算算时间，如今大礼应该已经初见成果了。那一定是娇娇给我们报仇了，劈晕算什么？就应该直接劈死他。沈括现在都想仰天大笑几声，沈家其他人脸上也都露出笑容。娇娇真是他们的小福星啊。京城早朝时间，周云京跪在大殿中央，正在接受审判。李姨娘自从上次去了护国寺，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这个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这件事不知道是被谁传了出去，现在外面都在传李姨娘的消失是她所为。因为李姨娘流产以后再无生育可能，所以她觉得李姨娘没用了，便将李姨娘赶出家门。好巧不巧，李姨娘的传言还没有平复下去的时候，周夫人前段时间找的那个大师，今日一早在侍郎府门口自刎了，而且死之前还在门口写了2个血字“报应”。更邪门的是，还没等周云京让人将门口处理干净，就有自己的死对头从门口经过，并且早朝的时候还召集了几个人弹劾周云京。再加上之前百姓中传得津津乐道他抛妻弃子的事情，这些事儿加在一起，引得皇上发怒。永安王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周云京，给了监察御史一个眼神，对方反应极快，向皇上进言：皇上，臣觉得这件事应该彻查，否则有碍大越官员名声，绝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臣也同意秦御史的说法，如今民间传言越演越烈，为了不让百姓有样学样，更为了还周侍郎清白，一定要查清此事。依臣看，这件事也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周侍郎与丞相嫡次女成婚10多年，膝下无子。若周侍郎真在乡下有妻有子，那定会接到京中来，怎么做出这等抛妻弃子之事啊？龙椅上的康元帝斜眯了眼，看了看下面讨论激烈的几个臣子，而后看向周云京：周侍郎怎么说？此时的周云京已经面色苍白，他知道自己这会儿也不能再否认曾经娶妻的事，毕竟这件事经不起查的。他心中忍不住暗暗后悔，当初为什么没将沈家人赶尽杀绝？如今他买的杀手还没传回消息，恐怕已经失手了。臣有罪，臣之前在青州确实已经娶妻，不过臣科举返乡之后便再没有找家里的妻子，并且有人给臣传信，他们已经身亡，所以臣才在京中又娶了妻。一派胡言，
听人说妻子妾亡，难道不应该调查他们下落吗？竟然直接回了京城娶妻。高丞相，你对此怎么看啊？我搀着看。高丞相，你对此怎么看啊？我搀着看。他怎么看？他能怎么看？不省心的闺女让人一忽悠一个准儿。他早就知道这周云京不是好东西，这不劝不动吗？那蠢闺女儿被人3句话就骗得团团转，这次倒是正好让他睁大眼睛看看清楚好了。况且他看得算吗？那不得看小神女还想不想要这个爹吗？小神女用雷劈都没将周云京劈死，那肯定就是想留着这个爹的。这高丞相跟小神女学的都不正经了。那这件事就交给周爱卿自己去查，若是你妻子还活着，那可不能辜负人家。若是找到人，朕给你们赐个平妻也是可以的。他倒是跟高丞相的想法一样，小神女没劈死周云京，那肯定就是还想认这个父亲。更何况小神女的娘应该还是挺想和周云京再续前缘的吧。沈月娇若是知道他们的想法，定会告诉他们，自己不劈死周云京是因为怕弑父有损阴德，对自己不利呀，而不是想认这个爹呀。还有他娘也不是恋爱脑，就周云京做的那些事儿，能让他娘在心里杀他上千次了。是，臣遵旨。沈月娇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她这时候已经在工作中了。好久没来德善堂坐诊，放在德善堂里销售的药也已经被卖空了。沈小神医，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呀？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德善堂坐诊了呢。是啊，我这一下雨，这个阴天呐，腿就老疼。本想着来拿点膏药，这里的药童说药都卖完了。婶子，您腿疼了，去屏风后面，我给您看看。哎，好。还不错，没有更严重，继续保持啊。今天没有膏药，我先给您施针止痛吧。忙碌了一上午，沈月娇以回去做膏药为借口请假离开。实际上她是去找了人牙子，打算买个能帮她撑起生意的人。她打算让无忧管理青州府的铺子，所以没办法到处跑着找合作商。她需要一个有管理才能的金牌销售，可以帮她找合作商，并且管理订单送货的问题。以后若是生意做起来，他不可能一直在自己空间里制作各种护肤品，所以到时候可能也会开一个护肤品厂，这也是需要管理的。沈月娇辗转多次才找到牙行，直接跟人打听苏大夫给他介绍的一个叫舒二的牙人。我就是舒二，小公子找我何事？我想买2个小厮，或者会舞的丫鬟也可。小公子请跟我来。除了会舞这一点，您还有什么要求吗？要识字，最好呢有经商经验，能说会道，价钱不是问题。舒二表情有一瞬崩坏，会舞能说会道还说得过去，这识字倒是也有，但是会经商可就不好找了吧。虽然已经对这次成交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舒二还是带沈月娇去看了人。还别说，沈月娇运气不错，还真让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不过按照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合适的，所以她便只买了一个会舞的女子，大概20多岁，说话沉稳不浮躁，口齿伶俐，处事圆滑，是个干销售的好苗子。沈月娇一满意，便直接付了银子，拿走了卖身契。你叫什么名字？请公子赐名。若是原来的名字能听得过去，那便不用改了。奴婢名叫思秋瑾。行，那就用这个名字。
她本也是商贾之家的小姐，只不过家中遭了难，才被卖为婢。听到自己不用改名换姓，司秋瑾还是很高兴的。沈月娇早已让小布查了她的身世，自然是知道她的名字。如今一问，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直接将司秋瑾带回家安顿好，想着让她先适应2天，便去永定县送货。李无忧的身份还是要让端木苓帮忙办才行。正好永安王还给他捎了封信过来。我找端木大人，还请通报一声。文房见到玉佩也不敢耽搁，直接将沈月娇请到客厅，这才去通报端木苓。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日到的青州府，回来的有些晚，便没有来打扰大人。端木大人安好。行了，别整天那些虚礼，将你大哥救下来了。救下来了，这是王爷给您带的信。我给你的信用上了？没用上，我遇上了郑国侯，事情解决得很顺利。你这是专门给我送信的？端木苓觉得不太可能，若只是送信，这丫头可不一定亲自跑这一趟。沈月娇笑得眉眼弯弯，眼中透着狡黠。主要是给您送信，顺便还有点小事儿需要麻烦您。说吧，什么事？我在路上买了个丫鬟，身份呢有些复杂，需要您给她安排个新的身份。丫鬟？怎么个复杂法？这个不太方便说，不过我保证后续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反正周云京那个唯利是图的胆小鬼，不敢为了个姨娘跟永安王世子过不去，更何况他也不可能知道李无忧的身份是端木苓做的。这丫头是把自己爹的小妾买来了，听起来周侍郎还不知情。我听你二哥说，你们爹其实没死，而是在京城另娶了。您跟我二哥的关系还怪好的嘞。没想到二哥的嘴还挺快，一点也不像表面那么沉默寡言嘛。端木大人，能不能将你那八卦的眼神收一收啊？就担心别人看不出来你咋想的，是不是？那个，我就是想问问小丫头，你这次去京城有没有做些什么？就这么放过周侍郎了？那都是大人们的事儿，还是得交给我娘和哥哥们处理。我一个小孩子能做什么呢？你直接问我有没有报复渣爹不就好了？还有没有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一个柔弱的小姑娘，我也就是用雷劈了周云京几下，把人给劈晕了，然后又让他府中进几只乌鸦，还让百姓们传了几句实话，也就这些而已嘛。哎呀，我怎么忘了呢？周云京请了大师的那个传言，我都还没破呢。主人放心，沈大哥已经留了后手。周云京找的那个大师是个骗子，沈大哥找人帮忙，将那大师吊死在侍郎府门口，并且写了报应2个字。如今京城都在传周云京抛妻妻子是真的，而且此事已经触怒了皇上。皇上已经下旨让周云京寻找自己的妻儿，若是找到可以赐婚平妻。啊？什么？皇上怎么还多管闲事儿了？他是没别的事儿做了吗？还开始做媒了？就周云京那样的烂黄瓜，我娘才不稀得要呢。主人，周云京已经准备回青州府寻人了。那丞相家的闺女能同意？不能恋爱脑到这种程度吧？他就不怕渣爹真的把我娘和哥哥们接回去，撼动他的地位啊？高明雅确实是不同意的，但是架不住周云京的软磨硬泡，而且他回娘家求助的时候，高丞相直接闭门不见，所以他毫无办法，又担心周云京被皇上降罪，所以只能默认。而且李姨娘失踪，周云京现在膝下无子，正好想借着这件事将沈家3个哥哥接回去。端木苓听到沈月娇和小布的话，心里暗自盘算着，得给京城送一封信才行。若是到时候周云京没有经过沈家人的同意，直接求娶赐婚平妻，
那皇上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毕竟皇上赐婚，沈娘子总不能抗旨不遵吧？到时候恐怕沈月娇会以为皇上和周云京是一伙儿的，那心里不得有隔阂了。小丫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跟我说呀。端木大人就将我那丫鬟的身份安排好就行，信息都在这张纸上，多谢了。哦，对了，端木大人的马我晚点归还，最近还要用一次。行，你先用着，我送你出去。我得回去好好想想，等周云京找过来应该怎么应付。小布，我好像忘记了什么挺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主人是说哪方面的事呢？想不起来了。算了，那就先不想了。晚饭时又是一家人齐聚，沈琛还对昨晚听到的消息耿耿于怀，所以话题总是有些引导性。悄悄怎地还没将端木大人的马送回去？你去京城就是用的这匹马？这马过几日我还有用，等用完了再还回去。去京城当然不能是这匹马，再快的马也不能1个多时辰跑这么远的路啊。不过空间运行真的很快，也不枉费用了我那么多功德点兑换了空间能量。哎呀，那可是用了我所有的功德点呢。不过还好将大哥给救下来了，也不算浪费。沈琛感觉自己心里酸胀难受，原来娇娇这段日子努力挣来的功德点都用在自己身上了，怪不得当初在京城每天都往外跑，还和那什么医馆的少东家有合作，恐怕是想挣功德点吧。也不知道周云京什么时候到青州。哎呀，若真是来了，娘亲会不会原谅他呢？小布啊，不如我们让周云京在半路上嘎了吧，不知道弑父会遭什么报应啊。若是不严重，我倒也不是不能试试。话说这样的渣爹，杀了不是替天行道吗？为什么还要遭报应啊？他之前想劈死周云京的时候就被小布拦住了，说他不能杀人，更不能弑父，那样会遭报应的。主人，这个想法很危险，请不要冲动。杀人会有损功德，气运降低，其中弑父弑母气运损失的最严重，这是天道规则。什么破规则？合着我只能救人不能杀人，这算什么替天行道？这是圣母院的圣母吧？主人，这个想法很危险，请不要冲动。杀人会有损功德，气运降低，其中弑父弑母气运损失的最严重，这是天道规则。什么破规则？合着我只能救人不能杀人，这算什么替天行道？这是圣母院的圣母吧？周云京什么时候动身？大概多久能到？准备明日动身，顺便带着高明雅回家祭祖，所以路上恐怕要耽搁时间了。行，我会准备好迎接渣爹的。沈家其他人也在暗暗感叹，我们也会准备好迎接负心汉。小姐，外面有个叫周思安的人来拜访，是个哑巴，见奴婢开门，只在地上写了自己名字。周思安？直接让他进来就好。哎呀，我还答应了给周思安解毒了呢，怎么把这人给忘记了？哎呀，不管他去哪里了，怎么自从回来就没见到人啊？思安那孩子打听到自己父亲的消息了，这几天离开跟他父亲有关，你去京城的第2天他便离开了，一直到今日才回来。他父亲？我只记得原著中只提到过周思安的母亲，他父亲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吗？还没等他仔细问问小布，周思安便进了饭厅，看起来风尘仆仆的样子，似乎赶路很匆忙，人看上去也憔悴了一些。他跟众人点头打过招呼，才自己去厨房盛了饭。周思安本就不能说话，虽然在沈家住的这些日子相处得不错，不过还是没能习惯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自己在外面遇到的事。因为事关人家的亲生父亲，沈家人也没有主动询问，但是他们不问也不代表没有其他渠道知道，毕竟身边还有沈月娇这个八卦小能手。小布，
你来说说，周思安这次出去是干什么了？他爹是怎么回事啊？周思安一直在查自己亲生父亲的消息，周翔只是他的养父，实际上他是5岁被送到周翔手里的。周思安有5岁之前的模糊记忆，在他养母离开的时候交给他一块玉佩，说这是寻找他亲生父亲的信物，若是以后有机会，一样才能和家人团聚。在他的记忆中，他本是家庭和睦的，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群黑衣人，打破了这份平静。他全家被屠杀，只有自己和父亲逃了出来。而父亲为了给他争取一些活命的机会，便将他交给了周翔一家，自己引开黑衣人。只不过那次之后，他父亲并没有回来。那他爹现在还活着吗？小布不知道真实姓名，查不到。等有机会一定要问问周思安他亲爹的名字，然后让小布帮忙查一下。沈月娇安排李无忧和司秋瑾寻找合适开胭脂铺子的商铺，两人在繁华街道筛选出来2家，之后让沈月娇从这2家里面挑选。沈月娇选了一家紧挨着成衣铺子的商铺，沈月娇只是大概交代了一下她胭脂铺子的想法和自己研制的护肤品，剩下的交给2人去做。司秋瑾本就是商贾人家的大小姐，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做起事来更得心应手一些。从选铺子到装修，一共只用了10天时间，所以沈月娇这段时间都在忙着制作面霜和香水，甚至她还新做出了全套化妆品。铺子取名媚雅，只听名字跟普通的胭脂水粉铺子区别开来。媚雅开业这一天，沈月娇给李无忧和司秋瑾甚至都化了妆，毕竟自己的商品要让别人看到效果，甚至2个雇来的侍者都没放过。他们本就长相不俗，沈月娇又有着后世的化妆技术，将几个人全都画得美美的。果然，进来铺子里的夫人小姐第一眼注意到的便是他们脸上的妆容。你这口脂是什么颜色？还有脸上擦的粉，竟然显得气色这么好。这是我们新研制的口脂，小姐这边请。沈月娇在铺子里闲逛着，见司秋瑾2人游刃有余地招呼客人推销商品，便也放心地将主场交给他们。媚雅开业之后，生意开始步入正轨，给季掌柜那边送货的时间也快到了。沈月娇将所有需要注意的事情都交代给司秋瑾。上次他只和季云签了合约，连定金都没有收。秋瑾，你带着契约过去，记得将货送到之后要收货款回来。是，小姐。秋瑾接过契约看了一遍，疑惑地看向沈月娇。哎呀，咱们拿的这货多了。当时我的口脂没有做出来，所以季掌柜只要了面霜和香水。这口红你让他使用，我相信以他的眼光，你带过去的他都会留下。那这口脂的价钱？就按300文的价格给他好了。不管怎么拿货，都是300文的价格。你告诉他，我们铺子里的售价是800文。若是按这个价格的话，大家都有的赚。毕竟口脂用的材料没有那么珍贵。2人离开，沈月娇如以往一样，直奔德善堂继续他的赚功德大业。算算日子，周云京也快到青州了。给周思安用的解毒丸已经做好了，只不过还需要搭配银针，将药效发挥到最大。沈月娇开始给周思安解毒这一天，提早将人带到医馆，已经让苏大夫帮忙准备了银针。你是今天第一个病人，医馆环境比较好，方便解毒。上衣脱掉，去屏风后面躺着吧。躺好，我开始了。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解毒，所以比较繁琐，以后就好了。针灸只是为了让药效发挥到最大的效果，不会有什么不适感。等会儿的药浴才是重头戏，所以趁现在你可以先休息，省得等会儿泡药浴的时候痛得没力气。好了，保持平躺不要动，2刻钟之后才可以拔针。
沈月娇看着躺在床上像刺猬一样的周思安，微微一笑，出去准备给人看诊。大夫，快来救命啊！苏大夫呢？让苏大夫帮我儿看看。苏大夫一大早就出诊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哎，这孩子怎么了？让沈小大夫给他看看吧。我先看看，孩子有什么症状？快将孩子放下。刚才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喘不过气之后有没有做什么急救措施？没吃什么，早饭只吃了1碗粥，我就出去倒个泔水的功夫，回来他就成这样了。大夫，我儿还有救吗？孩子不小心吞食了硬物，喉咙被卡住了。沈月娇话还没说完，就见孩子口中吐出一个黑色圆球，然后立刻咳嗽了2声。沈月娇松了口气，将孩子放平，躺在旁边的长椅上。送来的还算及时，不过因为卡了硬物，孩子的嗓子肯定受伤了。这段时间尽量让他吃流食，少说话，养一养嗓子。多谢大夫，多谢大夫。以后这样的小东西不要让孩子接触到，还有的吃食也要注意，孩子太小，一不小心就会被卡住。好了，已经没事了。妇人千恩万谢之后，抱着孩子离开。沈月娇又等了一会儿，才去给周思安拔针。视线落在躺着的人脸上，见人闭着眼睛，迟迟没有睁开，挑眉道：睡着了？嘿呀，放轻松，拔了针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让人去准备药浴。针刚一拔完，外面就传来阿离的喊声，有病人来看诊了。沈月娇只简单交代周思安几句便出去了。今日的医馆只有沈月娇一个大夫，所以有些忙碌。周思安泡药浴的时候也不需要一直盯着，只是交代几句注意事项之后，沈月娇便离开了。即使是这样，他一上午也几乎没有停下休息的时候。终于快到午时的时候，苏大夫回来了，沈月娇才得以休息。怎么，阿月这是累着了？哎呀，您还真别说，今日的病人可不像以往那么轻松。您这是去哪儿给人看病了？看起来也疲惫得很呢。今日的病人有点不同寻常，老夫在姚府竟然没有见到病人。没见到病人？那您去了这么久，在人家府上都做什么了？病人不愿意见人，总是哭哭啼啼的闹着寻死，老夫在那里劝解半天，愣是没见到人呢。寻死？不见人？这样也不至于请大夫啊。听说是失眠睡不着觉，这也是姚老爷跟夫人感情好，都快40岁的人了，没想到还能老来得子。只是不知道这姚夫人怎么回事，期盼这么久的儿子终于来了，她竟然开始寻死。姚夫人刚生完孩子？前天刚摆了满月酒，说起来姚老爷几乎将自己认识的大夫都请了个遍，就是这姚夫人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让大夫诊脉呢，慢慢的这几天功夫就不见人了。姚老爷都怀疑是不是沾上了什么脏东西，想要请个大师看看呢。沈月娇怀疑这是产后抑郁，但是这种新词汇不好跟苏大夫解释，也担心他不认可。那您这次给开了方子吗？也就开了个安神的方子，没见到病人，我哪敢随便乱开药呢？看起来还不错，现在是不是感觉轻松了不少？周思安微微点头，嘴角微微上扬，心情很不错的样子。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中毒的家人，老夫可能给他把把脉。苏大夫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沈月娇看向周思安，给他诊脉当然是要本人同意的。周思安对上他的眼神，眼中一抹暖意闪过，微微点头表示可以。苏大夫抬手搭在他的手腕上，面色突然变得凝重。他这是中毒？他怎么只诊出一副病入膏肓的脉象？
今日他真是连连受到打击，连这2个病人的病情他都诊不出来。姚夫人呢，还可以说自己没见到人，没诊脉，自然就不知道原因。但是眼前这个怎么解释？沈月娇见苏大夫这副表情，自然能看出他心中所想，这副大受打击的样子属实明显了。啊，我也是恰巧在一本古籍上看见过，他这是中了2种毒，所以才会脉搏虚浮，发不出声音。沈月娇仔细给苏大夫解释了一遍，并且将全部治疗方案都说给他听。哈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其实我在古籍上还看见过另外一种病症，感觉跟苏大夫您说的姚夫人的症状差不多。哦，是什么？古籍记载，有一种精神疾病叫抑郁症，患者容易出现心情低落、焦虑、烦躁的症状，严重的患者几乎不可能进行社交或者家务活动，甚至会在某一时间产生自残或者轻生的想法。你还别说，这些真的有些症状是对上的。听您刚才说沈夫人的孩子刚满月，这样的话可能会是产后抑郁，可能刚生产完激素下降，再加上月子里一直心情不佳导致的抑郁。那阿月可在古籍上看到过治疗方法？若是产后抑郁，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让家人多注意患者的心情变化，必要的时候转移注意力。沈月娇将自己之前听说过的怎么缓解产后抑郁的注意事项说了一遍。苏大夫听了直点头，直说自己下午要再去一趟姚府，仔细问问姚夫人的症状。沈月娇这几天专注于异能修炼，除了修炼异能之外，她还接受了古武的传承考核，专门为周云京的到来做准备。若是没有什么意外，大概3天后，周云京他们就能到青州府。沈月娇打算好好跟自己的前姨父亲渣爹叙叙旧。主人，周云京已经到青瓦镇了，直接住在了镇上的客栈。还挺快。那他提前安排过来的人，有将我们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告诉周云京吗？周云京刚把自己夫人安顿好，他还让人提前通知了周氏族长，等一下他们就会见面。知道了，那小布你盯着点，他们有什么关于针对我家的事情，记得告诉我。我回来啦。咦，今日二哥也回来了。二哥不是课业紧张，应该在书院吗？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今日结束早，便回家看看。你这小丫头如今都比你三哥还忙了啊！娇娇都变成我们家最忙的大忙人了。这几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你一个女孩子回来晚了，多危险呢！娇娇最近可是身兼数职，是不是累了呀？嘿，还好啦。娘、外公、哥哥、大嫂，你们都别担心，我最近跟人学了些武艺，能保护好自己的。嘿嘿，我可是接受了古武传承的，一般人可打不过我，要有危险，那也是别人危险。唉，好了，吃饭吧。小布，快来说说，周云京明天计划去祭祖，还是来找我娘？周氏族长如今知不知道，去找周云京的那些族人都被杀了？周云京跟周氏族长约定明日祭祖，他骗族长说那些族人都被他安排到府里做事，若是有人能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他还能推荐对方做官。哎呀，真是好大一张空心饼啊！明日礼物，我得给他送上第一份礼物。只不过只靠我自己好像不太行，不然就喊上大哥和三哥吧。听见新生的其他人神色各异，谁也没想到周云京来得这么快。不过他们现在对那个男人只有厌恶，可没有什么其他心情，甚至还有空再想娇娇会给周云京什么惊喜。只沈琛和沈烨对视一眼，交换着只有对方能懂的信息。次日一早，沈月娇没去医馆，
沈家其他人也记挂着他要送周云京礼物的事情，所以除了沈烨去书院之外，其他人都在家中没出去。大家都用早膳了吗？怎么都聚在院子里？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我正准备出门，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出去转转。三哥别走，我有事需要你和大哥帮忙。行啊，那你先去吃点东西，我跟大哥等你一会儿。反正周云京也不值得娇娇饿肚子，晚些去也没什么。祭祖流程繁琐，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结束。沈月娇跟他们想法一致，不能因为渣爹亏了自己呀，所以他选择先饱餐一顿。小布，他们的祭祖开始了吗？除了带高明雅，他有没有带小妾什么的？没有的，主人。周云京去祭祖，高明雅会跟着吗？高明雅在祖老家等着，说是带高明雅回来祭祖，实际上就是高明雅不放心周云京自己回来见沈家人，所以他才跟着一起。啊，我懂，高明雅这个恋爱脑终于不再无私奉献了，这是担心渣爹会和我娘旧情复燃啊。呵呵，并不会。大哥、三哥，你们猜，我昨天看见谁了？看到谁了？娇娇在府城还有熟人不成？我看到周云京了。大哥，你知道的，我之前在京城的时候管周云京叫姨父，我不可能认错的。哦，他来青州府了？那你看见他在干什么？他和自己夫人在吃饭，我还听见他们说什么祭祖。沈月娇在路上已经跟两位哥哥说了自己的计划，两人也表示愿意配合，所以便直接来了他们祭祖必须去的祠堂。按理说，周云京已经入赘沈家，就相当于是嫁出去的人。嫁出去的人当然是不能参加祭祖的，但是周云京给了周家族人足够的利益，甚至还与周氏族长隐晦地说了自己这些年对沈家做的事情，一番威逼利诱下来，周氏族人哪还敢得罪周云京呢？所以这些人一起狼狈为奸，准备一起瞒着沈家人。沈月娇三人到祠堂附近的时候，就看见一群人围着周云京各种恭维。阿金，三伯就知道你是个有能耐的，你看这不就考得功名，去了京城做官了吗？去，叫什么阿金？阿金也是你能叫的，要叫周大人。哈哈哈，确实是周大人，这可是我们周氏100年来第一个去了京城做官的后生。各位叔伯过奖了，云京能有今日，还多亏叔伯们的教导。云京不管将来走到什么位置，都是各位的晚辈。不愧是我周家唯一的读书人，就是懂礼貌。阿金啊，我家小子去了京城没给你添麻烦吧？那小子也是个不省心的，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往家里带个消息。没有，他们都是我的族人，是亲人，一些小麻烦云京还是能给他们解决的。切，真是好大的口气啊，都将人杀了，还说什么帮人解决麻烦。这周家人果然从根儿里都是三观不正的货色，就这么个负心渣男还崇拜，我呸！话说他们到底还要聊到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祭祖？也不怕周家老祖宗等急了。终于在寒暄过后，祭祖的时辰到了，族长吩咐开祠堂，躲在暗处的沈月娇嘴角微微上扬。很好，就是现在。祠堂门刚一打开，就见本来艳阳高照的天瞬间阴云密布，紧接着没有给众人喘息的时间，天雷滚滚而下，直接砸到周云京的身上，甚至站在周云京身边的人也受了波及。随着雷声落下，一道仿佛天外传来的声音炸开在众人耳中：非我族人，进入祠堂。三叔，快关了祠堂啊！对，
快关了祠堂啊！关祠堂，快关祠堂！先回去，我有话对族长说。啊，夫君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祭祖结束了吗？啊，结束了，我便直接回来了。担心夫人自己在这里会不自在。啊，是，都结束了，让夫人久等了。阿金是个守礼数的，祖宗们见到他出息了，定会高兴的。对，希望祖宗们保佑阿金步步高升啊！这些人个个都是戏精啊，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就算是高明雅这个恋爱脑，也是为了得到周云庆，全程都在装傻充愣而已。在几位族老开口说话的瞬间，沈月娇已经催动了异能。他们话落的瞬间，雷已经劈到了这些人身上。同时，沈晨月内力传递，所有人便听见一道浑厚、似有些遥远的声音响起。不孝子孙孝子，唯一死结义夫妻，就与小人欺骗无辜，枉为我周氏无人。天雷滚滚，一道道天雷打在这些人身上，一直到有人求饶才停止。哎呦，祖宗饶命，祖宗饶命！哎呦，老祖宗饶命！是孙儿鬼迷心窍，孙儿再也不敢了。哎，终于知道求祖宗了吧？只不过这些人墙头草得很，肯定止不住自己心中的贪婪，等会儿啊还得继续被周云京利用。啊，夫君，你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夫人莫要担心。夫人，先扶我进去。周大人，且慢。各位族老是什么意思啊？各位难道不想知道你们在京城的子孙如今是什么状况吗？你这是在威胁我们？怎么？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族老，我们都是周氏族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你就不怕惹怒了老祖宗？刚才你也是见识过的，那是老祖宗不让我们这样做。祖宗？你们怕不是被人骗了吧？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李家村有女子能引天雷的事吗？你是说刚才的天雷也是那女子引来的？进屋说，小心隔墙有耳。哼，这情绪稳的一批啊，也不知道进屋之后他能怎么忽悠。哎呀，好可惜啊，竟然听不到了。回去。听不见了。大哥、三哥，你们说周云京还会不会来找我们呀？肯定会的嘛，我都想好了要怎么跟渣爹亲近呢。一定要将他坑的连裤衩子都没得穿，不是想要孩子吗？我一定要让他享受一下拥有亲闺女的快乐。猜不到，不如娇娇说说看。那我猜他会来找我们的，而且他第一个找的人一定是三哥。我可是会算命哦，三哥你可得小心了，小心被周云京给套路了。这周云京口才这么好，心眼子贼多，可别将我这直肠子的三哥给忽悠了，我还是给他提个醒吧。娇娇，你怎么知道他会先找我呢？我就随便一算，发现三哥你最近犯小人呢，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啊。主要是三哥你太重感情了，我还真担心你被周云京三两句话就骗过去了。咱娘把你养大可不容易，你可别犯糊涂跟渣爹跑了，到时候娘该有多伤心啊。我会小心的，娇娇放心吧。是什么让你对我有了这样的误解？我看起来像个大傻子吗？本以为周云金怎么也得第二天再找过来呢，却没想到当天晚上他便来了魔考居。
阿阔，你是阿阔吧？沈括惊讶于周云金的演技和厚脸皮，他既然已经猜到自己被雷劈是因为娇娇了，那为什么还能主动找上他来表演父子情深呢？沈括眼中闪过冷意，面上却笑得灿烂。客官想吃点什么呀？阿阔，你不认识爹了吗？也难怪，是爹离开的时间太久了，那时候阿阔还小，不记得也正常。这是谁家老爷子？麻烦将人看好了，不要让他到处乱走，免得影响其他客人。沈东家，这是怎么了？我不清楚啊，这位阿伯突然走到我面前，说是我爹，可能是哪位客官的家人吧。哈哈哈，这怎么还有乱认亲的？看这人穿着不足，怎么说话不正常呢？怕不是个傻子吧？阿阔，我真是你爹，这其中说来话长，你若不信，我当然不信啊！我爹都死了10多年了，难道您是从坟里蹦出来的不成？我看您说话有条理清晰，也不像个傻子，请你不要拿一个死人来开玩笑啊！我爹当年赴京赶考，死在土匪手里，这可是不少人都知道的。我爹死了10多年了，虽然官府百姓不一定知道我爹死了这种小事儿，但是青瓦镇谁不知道当年沈员外家上门女婿死在土匪手里啊？确实，沈员外当年还给上门女婿立了衣冠冢呢。真有这么回事啊？哼，那确实不能拿死者开玩笑。死者为大，这位老先生如此胡闹，确实不厚道。沈括左一个我爹死啦，右一个沈员外的上门女婿死啦，堵得周云金说不出话来。再加上周围人的议论，更是让他无从解释。面上虽然依旧保持着被误解的痛苦，实际上心里已经快被气死了。任谁一个大活人活生生的站在自家儿子面前，却被儿子诅咒死了，也不会高兴的。周云金还不放弃，做出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不是，阿阔，你听爹说，爹没死，只是因为一些原因让你们误会了。大哥，你说他能坚持多久？估计阿阔再说几句，他就要转身走了。那可不行，可不能让他走了。大哥，你等会儿再下去啊。我当年之所以没能回来找你们，有原因的。爹当年在土匪窝里逃出来的时候，头受伤了，忘记了一些事情。爹不是故意不管你们的，阿阔，找个地方和爹单独谈谈，好吗？哼，失忆梗是这么用的吗？沈月娇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脸上表情十分惊讶。姨父，真的是你吗？姨父！他的声音清晰极了，将众人的视线全部都吸引过来。周云金看见沈月娇的瞬间，整个人都僵硬了一瞬，不过很快便做出惊讶的表情。啊，娇娇怎么也在这里啊？吃饭啊！姨父，你也是来吃饭的吗？你不是应该在京城吗？怎么会来这里吃饭呢？娇娇，你认识这位老爷？刚才叫他姨夫。这不是沈东家的妹妹吗？怎么叫姨夫呢？哎呦，他们到底认不认识啊？怎么越看越迷糊呢？我看这位老爷穿着讲究，听说沈小姐是从京城被接回来的。沈月娇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心里暗暗给他们点了个赞。果然，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三哥，这是我养母的妹夫哦，在京城做官，姨父很厉害，听说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状元做上了正3品侍郎呢。还是吗？这位大人快离开吧，莫要再跟我开玩笑了。这位大人刚才开玩笑，说是咱们爹，还说的跟真的一样，害我都误会了。啊，是这样吗？姨父，你怎么可以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听娘亲说，我爹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死掉了，我爹死的……够了！
这位大人，我不管你是谁，之前是不是娇娇的亲戚，但是娇娇如今已经回了自己家，有什么错我们家长长辈自己管教，就不需要你费心斥责了。见到故人我有些激动了，我以后不叫你姨父了。周大人别生气，你冒充我死去的爹，我还没说什么呢，怎么你还生气了？周云京被两人一唱一和，气得那是浑身发抖。他真想转头就走，不过还不能离开。好不容易才将高明雅劝说好，让他帮自己劝说沈清跟自己回京城。若是他就这么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必须先让沈家有人能替他说话才行。之前他是想先将沈括劝到自己阵营，不过现在看来，劝说沈月娇似乎更容易些。阿阔，娇娇，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之所以没回来，是有苦衷的。三哥，我看周大人似乎有话要说，而且他和我们的爹的名字是一样的呢。好吧，不过娇娇你肯定是想多了，同名同姓也可能是巧合。你要记住啊，我们爹早就死了，骨头渣子都没剩。周大人既然想谈，那便跟我来吧。周大人有什么事就说吧，我还有账册没看完呢。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我的阿阔这么厉害，都已经自己来开酒楼了。你娘和外公可还好啊？周大人想单独谈谈，就是要说这些，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啊。当年我中举之后，便想着回家接你们娘几个，但是不幸路上遇到了山匪，我被绑匪绑走之后，一连关了5日。一直到第6日才找机会逃跑，但是爹是个不会武的，又被饿了几日，在山上跌跌撞撞的自己找出路，一时没注意便从山上摔下去了。可能是因为山太陡了，当时就摔得丢了一些记忆。再次醒来，已经被我现在的夫人救回到了丞相府。那时候我没有自己成过亲的记忆，所以当有人给我和丞相嫡府次女做媒的时候，我便同意了。后来便专注于官场上的事情，一直到前段时间我才想起一些关于你娘的记忆，这才找过来。说什么失去记忆，真拿我们当成傻子了？难道他忘记了王大头去京城是他们指使的？还是说他对王大头的事情另有解释？不会将这件事情推到高明雅的身上吧？那他还是个男人吗？还是说周云京根本就没想过王大头去京城整的那些传言会跟我们有关系？那他不就是奇怪为什么王大头和杨准这2个眼线都废了吗？哎呀，好想听听渣爹是怎么解释的。不过这我不能问，毕竟这可不符合我的人设呢。周云京当然想过王大头2人的背叛跟沈家有关系，但那也只是怀疑。毕竟这么多年来，这2人都是在按照自己的吩咐做事，而且这些年他给这2人的好处可不少。或许他们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自己最后一次给的好处他们不满意。不过虽然一切都是猜测，但他也已经找好了借口，只要他们问起，自己就能糊弄过去。离开京城之前，王大头就已经被自己收拾了，所以他可以随便找理由，毕竟死无对证。爹对不起你们，但是希望你们能给爹一个补偿的机会，我们一家人去京城生活，爹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余光扫过自家妹妹生动的表情，决定替自家妹妹满足这个好奇心。前些日子青瓦镇有个叫王大头的混混来找我们麻烦，被我大哥收拾了。在被大哥打了一顿之后，王大哥说出幕后指使他的人就是我爹周云京。本来我们还不相信，毕竟我爹死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今日见到周大人，我才真的相信了那王大头的话。王大头这人我听都没听说过，我若记得你们，定会接你们去京城生活的，怎么可能让人找你们麻烦？真是岂有此理，什么人竟敢诬陷我？阿阔说的那人是青瓦镇呢？装傻，哼，真低级。
不过好歹没有将这事儿推到别人身上，还算半个男人。半个男人是什么意思啊？完全理解不了妹妹的心思啊。周大人若是没有其他事儿，便离开吧。既然已经在京城娶妻生子，便好好对待他们。周大人回去吧，好好和周夫人过日子。不是啊，我虽然在京城娶妻，却没有其他孩子，这些娇娇你也是知道的。你们跟我们一起回京，还是我唯一的孩子。啊，那我还能像在尚书府的时候一样生活吗？当然，娇娇可是我唯一的女儿，等回了京城，爹让你过上比尚书府还好的生活。那我要回京城。娇娇，不许胡说。周大人，赶紧离开吧。像是生怕娇娇被他骗走了一样，沈括只留下一句话让他离开，便拉着自家妹妹出了包厢。沈括将沈月娇拉到沈琛所在的包厢，脸上怒气早已不见，换上的是满脸无奈。娇娇，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要我说，就直接打一顿了事儿。从周家离开之后，娇娇便说了让自己和大哥配合他，说什么要让周云京先上天再入地。虽然他听不明白自家妹妹这些言论，但是他知道娇娇的意思就是想要报复周云京。要让他说，费那个劲干什么？直接不理会就是了。若是实在心里生气，便直接去打一顿。反正他们兄弟三人怎么也不可能打不过周云京带来的那几个人。那怎么行呢？三哥，你不要这么暴力，怎么说也是给了我们生命的人。哼，打一顿哪能解我心头之恨？我得让他知道人间险恶啊！怎么说也来这人间走了一趟，怎么能不享受一下这人间疾苦呢？我要做个孝顺闺女才行，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娘受的苦哪能少了我爹的？这叫有难同当。你可真是个大孝女啊！就听娇娇的吧，玩够了，大哥给你收尾。沈琛面上笑意温和，眼底却像结了一层寒冰。确实如娇娇所说，不能便宜了那男人。这些年娘受的苦，他把命赔上都不够，给娇娇玩玩又算得了什么？沈琛根本没把娇娇所说的有难同当放在心上，有什么还能比雷劈更厉害的了？反正娇娇不能杀周云京，那就等娇娇玩够了，他们来杀。眼看外面天色已经晚了，三人也不打算回家吃饭，只在魔考居随便吃了些。回家之后，沈月娇直接进了自己房间，而沈琛兄弟则是和大家一起去了书房。沈琛看了眼跟进来的娘亲，表情顿了一下，不过也没有阻止。有了能听见自家妹妹心声这件事，就算想瞒着他娘也是瞒不住的，还不如将所有事情都说个明白，也省得周云京舌灿莲花的本事将娘骗了去。沈清注意到大儿子的表情，忍不住问道：怎么了？今日你们跟娇娇出去做了什么？周云京果然回来了，而且已经找上了阿阔。沈琛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讲了一遍，包括沈月娇的心声所了解到的事情，并表示自己会配合妹妹。明日我打算给周氏几个族老传个信，让他们知道自家子孙如今已经被周云京杀了。莫要将娇娇暴露在人前，与周云京接触时间久了，恐怕会被看出端倪。如今可以确定他听不到娇娇的心声，即使他怀疑再多，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对娇娇造成伤害。外公有没有发现，如今能听到娇娇心声的对他都没有恶意，甚至在听到娇娇心声之后还会对他产生好感。外公有没有发现，如今能听到娇娇心声的对他都没有恶意，甚至在听到娇娇心声之后还会对他产生好感。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就好。算了，总不能让几个孩子一样跟自己虚度几十年。沈琛的视线落在自家二弟身上，就发现他今天一直沉默，不在状态。阿叶怎么的心情不好？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书院那边遇到些事情，
问题不大，可以解决。沈烨心里藏着事，不过没打算跟家里人说，这样的事他们帮不上忙，说出来也是徒增烦恼。这几日在书院里烦躁得很，他没想到上次偷了自己文章的2人竟然反咬一口，并且有书院先生为他们证明，那文章是沈烨盗用了2人的。沈烨本来是有手稿和多版本的废稿证明清白，却没想到所有证据都被人销毁了。如今府事在即，若是不能证明自己清白，恐怕会影响科举。沈琛皱眉，这可不像什么好解决的事情。不过见他明显不想多说的样子，也就不再多问。若真遇到什么大难处，娇娇定会知道的。这么想着，沈琛不由得微微一愣，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这么依赖娇娇那边的消息了，这可不是个好现象。沈烨将一觉醒来，已经日晒3竿。在知道周云京已经到青州府的时候，他便已经跟苏大夫说好了，以后不会每日都去医馆，他只要在有时间的时候去就行。能睡懒觉的日子简直太棒了！这些日子得到的功德点应该够我平躺一些日子了吧？主人现在一共有42万功德点，小布的功德点也够空间升级了。这么快吗？这次升级要多长时间啊？这次升级需要48小时，升级过程中主人不能进入空间或者取用空间里的东西。不能进入空间？这次升级怎么跟上次不同了？上次虽然空间荒芜，但他进去没什么问题啊。这次会将空间来一个全面升级，主人在空间种植的药材也会升级。药材怎么升级？难道还能增强功效？升级介绍是这么说的，更具体的小布也不清楚。那就先不要升级，我先去给一莲他们送些材料。你这丫头，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晚？早饭娘给你热着，快去吃。娘，你要多休息，我们家现在又不缺钱，不需要绣帕子赚钱了。娘知道，我已经将那绣帕子的活儿辞了，手中的这条啊，是给我们娇娇绣的。哇，还绣了我的名字呢，真漂亮，谢谢娘。行了，赶紧去洗漱，还没绣好，你可别碰。好嘛。对了，娘，我大哥呢？跟你三哥一起出去的，可能是去模考居了吧。沈月家美美的享受了早餐，而后跟他娘打了声招呼便出门去了。走在街上，才想起自己似乎将渣爹忘得一干二净，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小布，周云京昨晚又回青瓦镇了？没有的，主人，周云京不信任那几个族老，所以人也搬来了府城。这么说，他也没有完全拿捏住那些族老嘛。果然在牵扯到个人之后，其他什么都被往后排了。主人，后面有人跟踪。那就让他跟着好了。周云京只派人跟着我吗？我几个哥哥那里有没有人跟着呀？没有，只派人跟踪了主人。哎呀，他是想做什么？这是欺负我不会武，发现不了暗处的人？夫人，刚才观察沈二哥那边情况的时候，小布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啊？二哥不是在书院吗？能有什么事儿？有人盗用了沈二哥的文章，但是在沈二哥发现之后，弟兄反而诬陷沈二哥抄袭。盗用文章？抄袭？作弊？这次的事情和沈田里有关系？没有关系，盗用沈二哥文章的人，其中一个是皇商瞿家的庶子。皇商瞿家？瞿家庶子为什么会在青州府的书院里？瞿家不是在京城吗？怎么庶子会来青州？没见到人，剧情中又没出现过这个人，所以小布不清楚这其中的事。
那我们等会儿就去见见。三哥，帮我个忙呗，找个人帮我给南向那边送点东西。什么东西啊？我已经放在后院了，等一下三哥让人帮我送一下就可以，就去南向65号将东西送给一莲就行。还好周云京的人知道大哥他们在9楼，所以没跟太紧，要不然还要再浪费些时间。行，我让石头去给你送。娇娇怎么没去医院？等会儿打算去哪里啊？大哥，周云京派人跟踪我，我目前不想暴露自己在医馆坐诊的事情，所以最近都不去医馆了。我等一下要去找二哥，大哥你要去吗？哦，怎么这个时候去找你二哥？我就是想去看看二哥，反正今日也没什么事情做嘛。也不知道二哥知不知道那个庶子的身份，能被发配到青州府养在外祖家，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庶子养在外祖家？娇娇什么时候去？大哥没什么事，不如就跟你一起。好啊，那等会儿我们跟三哥说一声就去找二哥。已经让石头带人去送了，你的东西还真不少。我陪娇娇去找阿叶，先离开一会儿。啊，去找二哥？不是，这二哥不是最近课业挺忙的吗？你记得等人回来听听结果。三哥，我们去去就回啊。大哥，你和三哥好像心情不错，有什么好事发生啊？我在京城听说了一些关于周云京穷亲戚的事儿，想给周氏几个族老送封信。啊？什么事啊？听说前段时间周侍郎有几个乡下穷亲戚找上门，被灭口了。这件事儿，周云京现在的夫人知道吗？不清楚，我也是听郑国侯无意中提起，目前还不知道消息的准确性。我们也不过是想给周云京找点事做。我大哥运气可真好，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瞎编的消息成真了。哎呀，周云京这次怕是有麻烦了，这几天都不可能来烦我们了。啊，我是德善堂的大夫，给赵大夫送药，能否通传一声？等会儿跟大哥解释。赵先生是我在德善堂的病人，恰好今日来书院，能将药丸带给他。好。赵先生，打扰了。小人一客气，两位不如到我的院子里坐坐。赵先生，这是您每日要用的药，今日我和大哥来此，主要是想问一下沈烨在书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沈烨最近确实遇到了事情，要说这事儿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接下来赵先生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原来沈烨在发现别人盗用他的文章废稿之后，去找了书院的李先生。但是那位李先生虽然负责沈烨他们的教学，但同时也惧怕京城瞿家的权势，所以李先生并没有给沈烨做主，甚至还将沈烨找上他这件事告诉了瞿哲。盗用沈烨文章的瞿哲和梁文景是表兄弟，两人在听李先生说了沈烨找上门的事情之后，便开始对付沈烨，不仅颠倒黑白诬陷沈烨，甚至还将事情闹大，想让沈烨无缘科举。这个瞿哲有什么来头？瞿哲是皇商瞿家的小公子，先不说瞿家，即使是在青州，他也是梁通判的外孙呢。只是一个瞿家庶子而已，真的就有这么大权力吗？这件事梁通判已经出面了。庶子，
曲哲只对外面说自己是曲家最受宠的小公子，但到底是庶子还是嫡子，还真没听说过。最受宠的小公子，那为什么被发配到青州来了？小布，查查这个曲哲到底是怎么回事。主人，曲哲确实是徐家里最受宠的小公子，不过那应该是徐家嫡子才对，而且曲哲人在京城，而且这个书院里并没有一个叫曲哲的人。啊？那赵先生说的这个曲哲，难道是个冒牌货？啥情况？梨翁换太子？真正的曲哲是梁通判的外孙？不是，真正的曲家小公子曲哲的生母是大理寺卿家的嫡次女钱清敏。不瞒赵先生，我有幸见过曲家小公子，但是据我了解，曲家小公子并不是这等盗用别人文章的厚颜无耻之人。可是这……赵先生声音中透着犹豫，看着沈月娇的眼神也变了。难道他猜错了？这沈小神医不是来帮沈烨的，这怎么还替曲哲说话了呢？沈月娇没注意到赵先生的眼神，他还陷入到自己的猜测中。一旁坐着的沈琛确实看懂了赵先生的意思。赵先生可否带我们见见这位曲公子？不知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见见倒是没问题，只是这小神医真的和曲家小公子是属实？不如我派人将沈烨一起叫来。不必，我二哥最近学业繁忙，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劳烦您带我们见见这位曲公子，只需要见见人就好，无需交谈。我还真想看看这冒牌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不过先不要打扰我二哥了，既然这件事二哥没有跟家里提起，那我便暗中将麻烦解决掉就好了。文人嘛，都洁身自好，我懂。洁身自好是这么用的吗？赵先生带着两人来到学子们所在的讲堂，将曲哲的位置指给沈月娇看。沈月娇顺着赵先生的眼神看过去，顺便在信中让小布查询那人的信息。主人，那是曲家庶子曲奇，最不受曲家看重的人。他母亲跟人私通被私下处置了，所以曲家主才将他带来青州。那他这么多年冒充曲哲都没有被人发现，难道这青州府就没有曲家的生意不成？曲家主将曲奇送来青州的时候，并将曲奇这边的生意一起给了曲奇外祖家，也表明这是曲奇的补偿，以后他与金正曲家再无瓜葛。还能这样？所以说阻断联络还真是一点都不关注了，连生意都不做了。曲家主这是被伤透了心，这脑回路让人无法苟同啊！难怪曲奇能在这青州地界儿狐假虎威了。这几年曲家跟青州府这边生意来往比较少，而且曲奇在外用曲哲身份的时候并不多，所以并未被曲家人发现。沈月娇眼神幽冷地盯着曲奇，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主人，你要去找端木林帮忙吗？找什么端木林啊？杀鸡焉能用牛刀？当然是找我爹啦。两人辞别赵先生之后，并没有去见过沈烨，而是直接离开了书院，重新回到魔考区。娇娇让赵先生带我们去见曲哲，可是再给他看面相。确实，还真被我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哦，那娇娇说说看。这个曲哲并不是真正曲家小公子曲哲，而是被曲家嫌弃的庶子曲奇。沈琛让人唤来了还在忙碌的沈括，省得再讲述第二遍。沈月娇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娓娓道来。这二哥在外面遇到麻烦，怎么也不知道跟家里人说，真是……可能因为最近家里的一些事儿，二哥不想让我们过多烦心吧。听娇娇的意思，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跟大哥说说。我想利用周云清来解决这件事儿，就直接让更多人都知道曲家小公子在青州作恶多端，引起曲家人注意，让他们自己调查出曲奇的事情。
我记得瞿家家主可是小心眼的很，周云京只要对外放出瞿家小公子作恶多端的消息，先不说他们调查瞿奇的结果，但是一定会让瞿家主恨上周云京这个传出负面消息的源头，这样又能给周云京树敌，还能让瞿家人自己动手解决瞿奇，岂不是一箭双雕？主人，十二哥找到了一些这些年两通办贪污的证据，去找段木林了。不愧是我的二哥，直接干死最大的靠山。唉，看来我的计划多此一举了。不得不说，小布带来的消息让三人心中都放松了不少。不过只搬到梁通判，也只能让瞿奇两人没有靠山而已。沈夜文章被盗用这件事，还是要找到证据才行。此事沈月娇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多说。心情放松下来，沈月娇就忍不住想问问渣爹那边的情况。大哥不是说已经给那几个族老送信了吗？周云京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动静啊？小布，你快给我看看。周云京此时被高米娅缠住了，高米娅不希望他找到之前的妻儿，更不希望侍郎府多一个平妻。唉，真没意思，一根烂黄瓜，高米娅还当宝了。周云京夫妇去了媚雅，高米娅似乎很喜欢鲜亮的化妆品，正跟一位小姐瞧最后一套。哎呦，这我可得去看看。大哥，我想出去逛逛呢，你们去不去啊？哎呀，别去了，大哥去了影响我发挥。去，我和大哥也跟娇娇一起。就这样，在沈月娇不怎么情愿中，三人一起去了媚雅。这就当作是我送与侍郎夫人的礼物，夫人不必出银子。本夫人也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让你拿着，你便拿着就是。多谢夫人，多谢夫人。我家老爷听说侍郎大人回乡，一直想要去拜访大人，奈何最近一直公事繁忙，便耽搁了。你家大人是？我家大人是梁中，是青州通判。我家大人说昨日见过您的。弄清楚这妇人是谁，周云京也没打算多说话。那妇人见周云京夫妇都不怎么想搭理自己的样子，也就很识趣地离开了。沈月娇，你怎么在这里？女人，你的名字叫多变。姨母，不是，不应该叫您姨母了。我就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啊。娇娇这是想买什么呀？我给你买。什么给他买？他已经被送回乡下了，就是个村姑，他配用这里的东西吗？叫什么姨母？你一个乡下土包子，谁是你的姨母？你当真高贵的很，那怎么还和乡下人抢东西啊？就你身边站的这男人，以前可是在乡下人面前讨生活呢。要不然你以为正常人能看上这种又老又丑的？小畜生，没有教养，不懂规矩，怎么跟长辈说话的？呀，不是说不是我姨母吗？那你算什么长辈？老妖婆敢骂我三哥，让你知道什么叫报应，扎死你！切，骂什么小畜生？一看你就不会骂人。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你得骂我爹老畜生，这才解气呀。这位老大娘，你不会骂人就跟我学呀。你可以骂我爹是畜生，没规矩，连个孩子都教不好，不配为人。你，我怎么了？这位大娘，你长得丑，嘴还有问题，也不知道这位周大人怎么口味这么特殊呢？这还真是为了权势，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够了，跟我回去。高明雅直接不明所以的被周云清拽走。大哥说的对，这样不知道护着自己子女的爹，还不如不要。
声音不大，但是保证能让周云京听见。从对方越发凌乱的脚步就能看出来。小布，给我盯着周云京，看他什么时候出来，告诉我。沈月娇也没来得及跟李无忧说句话，直接拉着自家哥哥出了媚雅。好了，三哥，别生气了，哥哥们先回去吧，我要去一趟医馆呢，明天给周思安用的药还差一味。那我陪你一起去啊，午膳我们就一起去烤蘑居，最近大厨出了个新菜式。那我们将饭菜带回去，悄悄等会儿回家吃饭。好，大哥三哥等会儿见。大哥啊，天还早，吃饭着什么急啊？走了，你别管，我们去找周云京。沈琛思来想去，还是感觉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去找周云京出口恶气。刚才不说话也不是因为什么性子沉稳，而是不想逞口舌之快。是谁？老爷，夫君，救我呀！住手！你们是谁？你们找错人了，赶紧放开我们！你们是什么人？狗东西，竟敢偷袭本官！周云京和高明雅根本没看清打自己的人是谁，只觉浑身骨头像被拆了重组一样。沈琛二人从头到尾都没出声，打过瘾后直接离开，徒留两人在原地哀嚎。而另一边，沈月娇根本没有回医馆，自己单独离开之后进空间，给自己画好了以假乱真的男装，便去找了牙人。小公子又来了，这次还是要买丫鬟？这次不买丫鬟，这次要一个容貌绝佳的妇人，不知道舒二哥这里有没有啊？还真是巧了，前几日刚来了一批新人，我也不瞒你，那可都是最沉的女眷。我倒觉得身份不重要，我先看看人再说。那是自然，小公子请跟我来。这两个留下我再看看，其他人先回去吧。你之前叫什么名字？奴家名唤刘洁儿。沈月娇点头，并未多言。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名唤孙昭昭。孙昭昭？哎，小布，这个孙昭昭是不是书中女主的那个智囊？是的，主人，孙昭昭是秋爷爷强行恢复的小妾，只是还没来得及对她做什么，秋爷爷就被抓了。她曾和自己的秀才父亲相依为命，只可惜秋爷爷抢她回府之后，父亲便气急攻心死了。在书中，她因为清高的性子得罪了不少买主，最终辗转多次才被沈甜甜买了去。那我若是今日将她买了，沈甜甜岂不是失去了一个智囊？要说书中女主沈甜甜能紧握住男主的心，并且成为京城中那么多权贵的团宠，虽说有些运气存在，不过孙昭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呢。今天运气不错，我记得孙昭昭是不是有一个从小被拐卖的姐姐，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才找到。哎，小布，你知道她姐姐在哪儿吗？我记得她姐姐叫孙木木。孙木木很巧也在荆州，不过……怎么了？不过什么？主人，孙木木在春雨楼，似乎原著有些出入，所以小布刚才重新确认了一下。春雨楼，青楼啊！沈小公子可是看好了？就要它吧。好香啊！大哥带了什么好吃的回来？哎，大哥可没带回好吃的，这可是三哥带回来的。好，三哥最好了。
我看三哥带回什么好吃的来了。这位是？他叫孙昭昭，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做事。饭桌上，沈琛跟沈良说起他们今日在书院遇到的事情。沈月娇低头吃饭的同时，让小布查了一下自家二哥那边的情况。证据已经交上去了，段柏林承诺会尽快处理梁家，因为他们不知道曲西冒充了曲折的身份，所以对于曲西的处置相对温和一些。温和？那是怎么处置的？曲西与梁头畔所做的之事无关，所以不会相对于曲折，不影响他的科举路。一个废物参加了科举又能如何？这种惩罚根本就是可有可无嘛。看来需要周云庆办的事儿要抓紧一些了。段柏林多少也听说了一些关于盗用文章的事情，已经在把沈二哥调查了。不过有段柏林这层关系，至少沈二哥不会被书院阻断科考了。不行，对于盗用文章的事情，还是要想办法证明才行，不然对二哥来说就太不公平了。走吧，今日少爷带你见见世面，将你们这儿最美的姑娘给本公子叫过来。哎呦，小公子这话说的，我们春雨楼哪位姑娘她不是顶好的？公子看看这几个，可有看得上眼的？沈月娇抬眼扫过去，几个姑娘长得不错，但是明显韵味不足，不是周云京喜欢的类型。他嘴角噙着抹笑，看向老鸨的眼里闪着冷光。怎么，瞧不起小爷？这小公子可就误会了，这几个可是我们春月楼顶好的红官人了。红官人？将你们这儿的姑娘都叫过来，别自己选。哎呀，小公子快楼上请，妈妈这就去给您叫人去。可别净给小爷找那些别人不要的。不一会儿，老鸨便带着几个姑娘进来，一看这人数，沈月娇就知道这连春雨楼里一半的姑娘都不够。不过这不影响她选人，沈月娇一个个看过去，越看越是失望得很。小布，你帮我看着点，发现孙木木就告诉我。好的，主人。孙木木是金官人，保姆现在带来的都是红官人。小公子可是对这些姑娘不满意，要不妈妈再给小公子换一批？那就再换一些过来。小爷不差钱，不管是红官人还是青官人，小爷就喜欢那有韵味的。嘿，公子等着，咱这春雨楼就是姑娘多，总有一个是您满意的。这老鸨接了银袋子，高兴得合不拢嘴，转身便换了一批人进来，连着看了不少人，就是没有沈月娇满意的。沈月娇越看脸色越差，她感觉自己这就是在浪费时间，这娘们儿不是溜她呢吧？这老鸨许是看出来沈月娇的不耐，这次带进来的人比较多，他可是不想放过这么个出手大方的肥羊。主人，孙木木出现了。去！哎呦，我都忘了孙木木这回事了。小布，这哪个是啊？最左边，绿色衣服那个便是孙木木。孙昭昭已经注意到自家姐姐了。你这是怎么了？我奴才看见了熟人。哦，只给本公子看看，可要本公子帮他赎身？多谢小公子，求公子为我姐姐赎身，昭昭日后定会为公子唯命是从。起来吧，这个留下，再换。闲着的姑娘您都看过了，其他姑娘都在陪客。小公子留下的是个清官人，若是赎身需要100两。拿去，这人我就带走了。
把生气给小爷拿来。哎，是，公子稍等，我这就去拿。多谢公子给奴婢赎身，奴婢今后定会好好报答公子。多谢公子，多谢公子。起来吧，口头感谢就算了，以后便好好给我做事吧。沈月娇话毕，故意靠着椅子闭目养神，让姐妹俩有相处的时间。孙木木眼含热泪，几次想张嘴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赵，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两人没说几句话，保姆便拿着卖身契走了进来，安排人跟着沈月娇去官府交接。沈月娇起身准备离开，不过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人就很失望，却没想到正郁闷着，就在楼梯口遇到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女人眉眼如画，身姿如柳絮扶风，举手投足流露出成熟女人的风情。沈月娇一时都有些看呆了，这不就是她正要找的人吗？自己这是紧要关头突然转运了。小公子怎么不走了？这是谁？不是你春雨楼的姑娘？啊，是，只不过她一直都是清官人，如今年纪大了，便不如曾经风光了。给她赎身需要多少银子？查查这女人的底细，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主人，这女人之所以一直在春雨楼没有离开，是因为她在等自己的青梅竹马。若是主人想直接给她赎身，恐怕还得多想想办法。她不想离开春雨楼，不过若是能将此人收为己用，那一定是主人日后的一大助力。哎，小公子，您这是？我再跟妈妈聊聊刚才那个清官人的事情。小公子，你喜欢那样的？将刚才那人喊过来，给小爷弹个曲儿。得嘞，小公子等着，妈妈我这就让人去叫柳姨。你说说他的故事，我看看这题会不会解。好的，主人。柳姨真名孙柳依，是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农家女，从小和爷爷相依为命。只可惜爷爷在她7岁的时候去世了。去世之前，老爷子知道儿子儿媳靠不住，便将孙女跟隔壁小子定了娃娃亲，并将自家老房子一起送给了邻居。柳姨见过公子。柳姨啊，这位小公子可是专门点的你，你可得好好伺候着。随便弹几首给小爷听听。是。哎，小布，周云京那边什么情况啊？不知道那几个族老有没有找上周云京啊？周云京两人上午离开之后，被沈大哥和沈三哥打了一顿，这会儿正在擦药。他已经跟高明雅坦白了主人的身份，不过寻妻女的过程被他美化了不少。被打了？大哥和三哥这么猛吗？那高明雅知道这事情真相之后没有闹吗？闹是必然的，不过已经被周云京哄好了。周云京表示自己做这些都是被逼无奈。哎，那画面能看吗？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听故事了，他想看看周云京具体说了什么，这样才知道怎么挑拨呀。能看的，主人，现在要看吗？哎，等等吧，先将眼下的事情解决了。沈月娇懒散起身，比了个停的手势。昭昭，你们去门口看着点人。是。苏柳依，你在等赵长风对吧？哼，小公子认识长风？是长风让小公子来接我吗？我不认识赵长风，不过我知道他，而且还知道你这么多年都在等他。别紧张，我是来拯救你的，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不，我不想听什么故事。小公子若是想听曲儿，奴可以继续弹；
若不想听，便请离开吧。你自己也想到了是不是？只不过你不愿意相信而已。你不愿意相信自己爱错了人，不愿意相信自己被抛弃了，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都为了狗。他不回来找我，一定是有苦衷的。我等他就是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高中，所以怕我失望。等他自己想通就会回来了。不，他不会回来了，除非他入赘的那家人生意做不下去变成穷人，那他或许会想起你。你这些年一直拒绝别人为你赎身，是想要等他回来娶你吧？那小公子为何来找我？当然是有事需要你帮我做，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我帮你赎身，不需要你搭上自己，做完我交代的事之后便还你自由。这样等事情办完之后，他便可以去找赵长风，看看那渣男到底是不是已经将他忘得一干二净。小公子想让我做什么？小公子想让我做什么？我想让你去接近一个男人，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这……苏六一眉头微蹙，破坏别人夫妻感情，这不好吧？你放心，这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个高中状元之后抛妻弃子的负心汉而已。我答应公子，事成之后不求公子能还我自由，只希望您能让我去见见赵长风。怎么，你就不担心我是骗你的？到时候若赵长风不是如我所说的那样，你又没有自由身，那当如何？苏柳一听了这话愣住了，刚才一瞬间他已经默认了赵长风背叛了自己，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些年早就已经看清楚了，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而已。如今有一个人将自己编织的梦打碎了，他自然也就醒了。双方同意，沈月娇便重新找来了老鸨。经过讨价还价之后，60两将人赎走，去官府更改卖身契的事情，沈月娇直接交给孙昭昭处理，她则是直接回家，并且交代官府那边结束之后不要回家，直接将苏柳一带去周迎金所在的客栈住下。今日是最后一次给周思安解毒，还需要施针才行，所以他便早早的回去，所有药都已经在空间准备好了。正好今日解毒，晚上便让小布升级空间。周思安已经在家中等着了，见沈月娇回去，他脸上闪过一抹紧张。他也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说话，就看今日这一次了。别紧张，进屋先把衣服脱掉。唉，娇娇，你一个女孩子家，说话要注意些。啊？怎么了，娘亲？你这丫头，赶紧去吧。娘，娇娇还小，想得少也正常。闹着做什么？脱衣服躺下呀！我要给你针灸治疗。周思安感觉自己脸上刚降下来的温度瞬间又变得滚烫，像是为了掩饰什么，他匆匆地脱了上衣，趴在床上。沈月娇将最后一颗解毒丸让他吃下去，而后便开始将银针一根根地扎在穴位上。你只要回京之后禀报皇上，说自己没找到那什么原配就好，为何非要将人带回京城呢？你怎么会这样想？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皇上那是可以欺骗的吗？只要你我不说，皇上自己会知道你欺君。说到底，你还是忘不了那贱人而已。夫人，你不要无理取闹，我都说了这是无奈之举，在我心中你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哼，你说我无理取闹，这还没将那贱人接回去呢，你就开始嫌弃我了。夫人，你听我说，我跟你保证，将他们接回去只是放在后院，即便皇上赐婚平妻，那也是妾，永远越不过你的。
只要我们先遵从皇上的懿旨，到时候后院之事，那还不是夫人说了算吗？你心里当真已经没有他了？夫人，你想什么呢？她一个乡野村妇，哪里比得上夫人你的容貌和才华呀？我怎么会放着夫人这么好的女人不爱，却喜欢一个粗鄙村妇啊？哎呀，夫人放心，我心中只有夫人，其他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我周家留后而已。高明雅听了他的话，这才软了身子，依偎在他怀里。周云京知道他这是答应了，终于松了口气，变得更殷勤了。夫人午膳都没用多少，为夫去给你拿些吃的。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么多事儿压在心里，我怎么吃得下去？是，都怪我。夫人消消气，我去给你买些山楂糕开开胃，怎么样啊？简单吃一些就好。行，那夫人等着，为夫啊马上就回。出了门，周云京捏了捏眉心，感觉心累极了。若不是自己现在还没有反抗丞相府的能力，又何必受着窝囊气？说是出来买东西，实际上他也是想出来透透气，吩咐自己带来的下人去买些糕点。他现在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会儿。只是没想到一下楼梯，就见一个女子朝着自己撞了过来。呀，抱歉，都怪我，太着急了。一个时辰之后，周思安身上的银针被拔掉。这才解毒，不要着急说话。若是没有意外，明日早晨就可以发出声音了。周思安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眼里的欣喜怎么也掩饰不住。周思安离开，沈月娇便躲进空间，准备将这2天需要的东西拿出来，毕竟升级需要整整2天的时间呢。等沈月娇从空间出来，孙昭昭便将孙木木和苏柳依的卖身契拿给了他。苏柳依送去客栈了？是，而且柳依姐姐已经跟周云京见面了，两人还聊了一句。这么快？确定没找错人吗？人应该是没错的，那人说他姓周，眼角有颗痣。我知道了，昭昭，你去办件事。沈月娇低声交代几句，又给了他1张银票。眼看着就要到了府试时间了，二哥的事情还是尽快解决比较好。他要给自家二哥营造一个轻松无压力的学习环境。徐吉他们陷害二哥盗用文章，也只是利用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既然他们将自己盗用文章的证据毁了，让二哥没有办法证明，那便让他们自己也尝尝舆论的滋味。次日一早，沈月娇从房间出来，就看见站在自己门口的周思安，差点惊叫出声。看清楚人之后，他有些无语。你这一大早的干嘛呢？吓我一跳。能发出声音了。恢复不错，不过不要过度用嗓子，还是要慢慢练习才好，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说话了，而且中毒也让嗓子多少有些损伤。好。我娘他们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昭昭姐妹也不在。出去买东西。啊，知道了，我等一下也要出门，你自己乖乖在家吧。一起，我也去。哦，那就一起去吧。沈月娇在街上随便逛逛，想看看能不能遇上自家娘亲。不过很不巧，特意找了几个铺子都没找到，也懒得继续瞎逛，便带着周思安一起去了魔考居。却没想到一进门就听见高明雅的声音，对方应该是在2楼，不知跟谁吵了起来。沈月娇挑眉问旁边的石头道：我三哥今日不在。东家和大公子刚出去，小姐您去楼上等会儿。哼，都吵起来了，你不上去看看？石头撇嘴，头都快摇成拨浪鼓了。
不用管我，我上去等三哥回来。你不要脸！一个姑娘，长得丑就算了，说话还如此放荡，简直有辱斯文。斯文？你用手指人就是斯文啦！再指，我就将你手指折断。还侍郎夫人，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哎，你别走，泼了本姑娘一身茶就想离开，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侍郎夫人这是仗势欺人。你给我放开！来人呐！快将她给我拉开！小布，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活宝？明显就是故意针对高明雅啊！这是淮南家的小郡主李诗文。淮南王小郡主怎么会在青州府啊？怪不得听见高明雅的身份还能无情嘲讽呢，原来人家的来头更大。淮南家携家眷回京参加迎接他国使臣的宴会，来青州府也算路过，得知端木林在这里任职，便停留了几日。原来如此，那可就有好戏看了。怎么这次周云庆没跟着一起啊？周云庆此时正在跟孙柳依喝茶，高明雅是找借口自己出来的。他在确定自己不能改变周云庆将原配妻子接回京之后，决定先一步拿捏住他的儿子。今日来磨考据，就是想先从沈三哥入手。哼，我三哥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一个两个都觉得他是最好拿捏的。在沈月娇和小布聊天的功夫，高明雅已经被按在地上摩擦了。这时候掌柜的终于带着2个小孩上来了。这是怎么了？快将这位夫人和小姐拉开，可别打出人命了。别碰我，本小姐打累了自己起来。这小郡主的性子她可真是太喜欢了。高明雅终于哭哭啼啼的被自己丫鬟扶起来，这会儿也顾不上骂人了，看着李诗文的眼神里都是惧怕。这小丫头下手真是太重了，她感觉自己浑身都快被打散架了。快带这位夫人去看看伤。沈月娇津津有味地看完这场大戏，顿时感觉心情舒爽。和周三在楼上坐了半天，还不见自家大哥和三哥回来，沈月娇有些无聊的坐不住了。我们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遇上娘亲哥哥他们。周思安无声地跟在他身后，两人进了一家茶馆。沈月娇还特地关注着周围人的动静。沈月娇已经听见不少人在说着瞿奇两人之间的龌龊了。你们听说了吗？这梁通判家被抄了，听说抄出不少好东西呢。那可不，一看就是之前没少收受贿赂，这些狗官啊，都爱财得很。我听说是咱们知府大人查出梁通判贪污罪啊，只可惜没能直接砍了狗官的脑袋。我还听说这梁通判家的公子是个断袖啊，还跟自家表弟……我也听说了，是这梁公子和自家表弟正在做那龌龊事。嘿嘿嘿，听说呀，不小心被书院中的一个公子发现了，这两人担心事情暴露，还想诬陷人家盗用他们的文章啊，想把那位公子赶出书院呢，还真是畜生不如，这可是影响别人考科举的啊。沈月娇听见自己想听的消息，嘴角勾起笑意，没想到昭昭传播的还挺快，真不愧是成为女主智囊的存在啊！她昨日花的钱都值了。乔乔也看首饰，哈哈，看上什么了？爹爹给你买。乔乔是不是还在生爹爹的气啊？爹爹也是有苦衷的。你是知道，我现在的夫人娘家地位高，爹爹不敢得罪。不是爹爹无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你还知道自己无能呢？一个凤凰男整天想着怎么靠女人上位，还以为自己能骗得过所有人，
也不想想自己现在什么年纪了，还装可怜卖惨，也不嫌恶心。娇娇，你怎么能这么说爹爹呢？我也只是想让你和你娘亲哥哥们过上好日子而已。可别，我们嫌脏。你那低声下气陪睡得来的好日子，还是你自己过去吧。也亏得你这么多年没有子嗣，那都是你抛妻弃子的报应。摊牌了，不装了，老娘骂爽了比什么都强。你畜生，我是你爹。哼，谁能证明？谁不知道我爹当年科举路上被土匪杀死了？啊，你不会是见我们现在有钱了，又想坑骗我娘吧？你这死丫头，我打死你！你是？为什么周思安会在这里？当年不是已经让人灭口了吗？为何他会和沈月娇在一起？我是周思安。嗨，来了，好戏开场了。只可惜不是在茶馆，没有座位。哎呀，只能将就看了。阿金，我们刚才去客栈没看见你，原来你在这里。还好我们没有直接回村。找我什么事儿？跟我出去说。周思安，你当年不是差点被灭口自己逃出来的吗？你不会是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了吧？在京城见到阿金叔了。思安，你怎么在这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周思安进京赶考的时候遇到别人买凶杀他，不过他运气好自己逃了。京城赶考买凶杀人？各位叔伯，咱们找地方坐下谈，站在人家铺子门口总归不好。那边找个茶馆坐下来谈。只愿月光流烧透，青石巷口人如流，谁家姑娘言笑走，洒剑在轻轻。这院子真小，怎么这么乱呢？妹妹也不知道买几个下人。你是？我是周云京现在的妻子。妹妹你不认识我也情有可原。夫君记忆恢复之后，第一时间便跟我说要去寻乡下的妻儿。妹妹可让我们好找啊。这位夫人别乱认亲，我不认得你。我夫君周云京早已离世多年。至于夫人说的那位周云京，我并不认识。妹妹是不是还在生老爷的气？这中间有些误会，我给妹妹解释清楚。娘，谁来了？娇娇，去用早膳，不必理会不相干的人。沈清知道沈月娇已经跟周云京等人见过面了，不过自己的态度还是要摆清楚，省得女儿又胡思乱想些自己原谅周云京的话。沈月娇瞥了眼高米雅那张脸，有些想笑，不过见自家娘亲冷着的脸色，还是忍住了。好，那娘亲大嫂，你们有事喊我啊。也不知道周云京怎么给高明雅洗脑的，竟然能让她主动上门找来。高明雅见沈清三人都不理会自己，心里憋了一肚子气，不过为了让自家夫君完成皇上的旨意，她还是忍下了这口气，继续絮絮叨叨地讲着周云京的难处。什么周云京若不是丢失了记忆，便不会抛下沈清母子这么多年。周云京这些年在京城也不容易，如今能接沈清去享福，他应该知足。沈清越听越觉得恶心。侍郎夫人请回吧，我还是那句话，我夫君10多年前已经死了。你不要不识抬举，
周郎能回来找你，也算是给足了你面子。不然，你以为你一个乡野村妇还能当上侍郎夫人？侍郎夫人可知道，我夫君是入赘到沈家的。按照大院律法，赘婿是不能入朝为官的，夫人该是知道的吧？高明雅瞳孔猛地收缩，她再蠢也知道沈清这时这话是威胁自己的。若是自己再坚持说周云京就是他死去的夫君，那他如今在朝中做官就变成了欺君，被罢官事小，恐怕皇上真正生气起来会判他满门抄斩。高明雅此时也觉得沈清并不是在拿桥，他是真的想跟周云京断得干净。你就当真这般狠心？你不想进京城，难道你的孩子也要一直在这穷山僻壤待一辈子吗？我的儿子自己想要的，自己会争取。也劝夫人一句，周云京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夫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哇，我娘威武！不过高明雅也不算是什么良善之辈，所以娘也不必劝说他。虽然这人恋爱脑，但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周云京有好几个小妾都死在他的手里，他还害死过好几个未出世的孩子。虽然不是他动的手，但也都是被他引导的。回眸望，佳人驻足空巷，落英幻化长香。借一缕相思诉尽过往，同与你共赴一场。亲家，好久不见。残雪飘落悲怆，谁把爱恨深藏，一梦凝成霜。青丝缠绕。周云京一身洁净而明朗的白色锦服，内松外紧，十分合身，正是沈清年轻时候喜欢的类型。谁在江畔轻唱孤影已成双，柔情天涯相望，无惧风雨苍茫。在看见沈清的反应，沈月娇跟自家大嫂对视一眼，心中暗道不好。不是吧，我娘竟然没有暴打渣男，难道心里还是放不下吗？哎，渣爹一身油腻味儿，娘亲喜欢这一挂的。李玉婷无奈地看了眼沈月娇，她家婆母这性子怎么也不像能跟人大打出手的呀。这会儿他们只要祈祷婆母不心软就好了。沈清听见自家闺女的心声，这才回过神来，自己的反应让他们误会了。带着你夫人离开这里，我不会追究你入赘还是入朝为官的事情。青青，你别说傻话，我科考结束之后失去了一部分记忆，才在没解除赘婿契约的时候入朝为官，这并不是故意隐瞒啊。啊，我娘不是心软，哎，这我就放心了。我娘正值花期，可不能再跟渣爹过日子，这样她会失去很多乐趣的。周云京很快就会失去做男人的能力了。不要说要孩子了，就是想跟妻子同房都费劲儿呢。高明雅和周云京的那些小妾可真可怜，他们以后将会失去做女人的快乐。听见心声的沈清和李玉婷都有些脸热，不知道娇娇这是从哪里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不过一直注意着沈清的周云京两人确实会错了意，高明雅忍不住阴阳怪气。呀，妹妹还说不认得周郎，现在可是认得了。那就别端着了，跟我们一起回京吧。说着还忍不住委屈地看向周云京，在迎上一双满是祈求的眸子之后，顿时便心软了，再说话也不怪里怪气的了。妹妹快消消气，跟我们回去吧。以后到了京城，我们便是姐妹，保管让妹妹跟我平起平坐，绝不跟府上那些妾室一样。回去之后我向皇上请旨，给我们赐婚，让你成为平妻，你依然是我的妻，好不好啊？滚出去！
娘，您别生气，自己身体要紧。就是啊，娘，你别生气，为了这么个负心汉也不值得连累自己的身体。大嫂，你扶娘进屋，我将这2个玩意儿扔出去。沈月娇，你个逆女，放开我！青娘，你消消气，我下次再来找你。我是真心想带你们娘几个回京享福的。哎呀，死丫头，放开我！有没有教养？如此对待自己的长辈，放开！哼，你算个什么东西？哪儿来的泼妇？胆敢自称本小姐的长辈？夫妻2人都是口中没有实话的骗子。什么请旨赐婚？就你一个3品官，你说请旨就请旨啊？明明就是京城流言四起，你被人弹劾，皇上主动提出让你回青州府找原配，回去给你赐婚的。哎呀，不过这皇帝老儿还怪喜欢做媒的来，闲得没什么事儿赐什么婚，闲着你了呗。哎，王爷，稍安勿躁。还没等他将疑惑问出口，就看见一个小姑娘拖着2个人出来，将人扔到门口。沈月娇，你个逆女，你有没有教养？我可是你父亲，你竟敢如此对我！逆女，父亲，翻来覆去就这2句，就不能说个新鲜的？呸，啥也不是。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沈小姐这是忙着呢。你这小子怎么怪怪的？这魂不吝什么时候说话这么客气了？王爷，世子啊，我和这逆女有些误会，让王爷和世子看笑话了。沈月娇什么时候跟端木世子这么熟悉了？难道在京城的时候2人就认识？端木大人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想请沈小姐帮个忙，不知道我们方不方便进去？沈月娇一愣，不过很快反应过来，将人请进去。没人理会的周云京2人脸上表情各异，就是明显不怎么好就对了。老爷，这死丫头什么时候认识这样的人物了？我们回去。可是回去再说。看来他得重新想想该怎么接触沈亲母子了。之前是他太自大了，低估了沈月娇的能力。怎么回事？这小丫头是谁？你说的神医是这家里的人？他这次回京城，除了参加小国进贡的宴会，还有一件事，那便是寻找能给自家夫人解毒的大夫。自家夫人自3月前开始莫名其妙昏睡，而他寻了不少大夫，只查出有中毒迹象，却查不出所中的是什么毒，更没办法解毒。如今夫人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十分着急，却又找不到能解毒的大夫。刚才的沈小姐就是神医，那可是个奇女子，王爷等等就知道了。你小子卖什么关子？即便是神医也不能这么没有规矩，编排皇上那可是大罪。是，您且再等等。什么？编排皇上？谁这么大胆子，敢编排皇上？还让这位淮南王给听见了，可嘴都没张。这可是皇上的亲弟弟，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哥哥不敬的胸控啊！抱歉，久等了。端木大人找我什么事？这位是淮南王，沈小姐没见过吧？是王爷在寻神医，王妃疑似中了毒，陷入昏睡。啊？淮南王妃中毒了？小布，你知道是什么毒吗？小布不清楚呢，主人。只是昏睡，可还有其他症状吗？我夫人3月前便开始经常昏睡，不过最开始只睡2个多时辰，只以为是累了，便没当回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如今陷入昏睡已经2天了，除了昏睡之外，并没有其他症状。我需要见过王妃，诊过脉，才能确定病情。好，王妃如今就在本宫府邸上，那沈小姐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哎，小布，这淮南王难道不只是胸控，还是个妻奴？我看他好像很担心自己夫人的身体。淮南王李嘉勤和自家王妃是青梅竹马，两人感情甚笃，即使一生无子，只有安庆小郡主一个女儿，他也从未想过纳妾。哎呀，还真是让人羡慕的感情，只可惜最后落得个那样的下场。哎，不过你一开始怎么没说淮南王妃中毒啊？小布在安庆小郡主的消息中，并没有查出王妃中毒的消息。或许小郡主还不知道。胸控、妻奴，那是什么？什么叫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到底怎么样的下场？小布，这王妃是中蛊？是的，主人，淮南王妃中了沉睡蛊。你那里有没有蛊术的传承？是有的，不过现在空间正在升级，主人没有办法接受传承考验。不是晚上就升级完了吗？明天再解毒就好了呗。但是淮南王妃等不及了，若是不能解毒，她今晚便会在沉睡中死亡。这么快？1刻钟的时间，沈月娇便从屋内出来，外面等待的两人赶紧上前询问情况。怎么样？我夫人的毒，小姑娘你可能解？淮南王眼神希冀，沈月娇在淮南王殷切的眼神下点了点头。王妃不是中毒，而是中了沉睡蛊。随着蛊虫慢慢长大，沉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一直到死去。蛊虫？怎么会？淮南王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惊讶。蛊虫不是苗疆那边的东西吗？他夫人怎么会碰上？确实是沉睡蛊，它会在进入中毒者身体之后开始成长。根据刚才诊脉得出的结果，蛊虫已经快要长成了，所以今夜之前必须将蛊毒引出来才行。解毒？沈小姐需要什么？本王这就让人去准备。王爷让人按照这个药方抓药便好，然后再去准备一只羊。我现在需要去准备一些东西，半个时辰之后我回来为王妃解毒。沈月娇交代清楚之后便离开了知府府。端木林直接安排人去找沈月娇想要的东西。一切安排好，淮南王也冷静下来，开始询问关于沈月娇的事情。这位沈姑娘是什么人？王爷也能听到这个声音吧？怎么？难道所有人都能听到？那真的是沈姑娘的心声？王爷可听说过皇上在寻找神女？你是说沈姑娘就是皇上要寻找的神女？沈姑娘能引来天雷，而和她一直在交流的那个小布能知别人的过去和未来。他说太子的病能治好，那皇兄为何将他放回来，而不是直接将人留在京城？哼，沈姑娘的二哥10天后会参加府试，府试后一家人会迁至京城。让人放一碗羊血给我准备好。对了，我还需要一把干净的小刀。端木林没有丝毫犹豫，便让人去准备了。大概1盏茶的时间，所有东西全部准备齐全。既然东西都准备好了，那我现在便给王妃解毒。有2个婢女在屋内帮忙就好。王爷先带其他人离开吧。他看着面前的一碗还带着膻味的羊血和细长的金针，便更觉得内心不平静了。
虽说这可能是皇兄梦中的小神女，又是端木苓极尽推荐的神医，但还是觉得这个解毒方式有些奇怪啊。要不本王留下来帮忙？解毒需要扎针，这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人太多了容易扰乱心神，王爷还是出去等吧。哎呀，要不是等会儿需要给病人脱衣服，这2个婢女我都不想留。否则若等会儿你们大惊小怪的扰乱我思绪怎么办？这要是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将针给扎歪了，把人扎死怎么办？真烦。闲杂人离开，沈月娇开始嘱咐留下的2个侍女，将止痛药递给他们。若是等会儿我施针之后王妃醒过来，便拿出一粒药丸给王妃喂下去。等会儿无论是看见什么都不要出声，切记不要大喊大叫。是。先将王妃身上的衣服脱了吧。一切准备就绪，沈月娇仔细观察了一下淮南王妃的身体，确定下针的地方。扎针的手沉稳有力，不一会儿，一直将视线落在淮南王妃身上的3人便发现王妃肚脐附近的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沈月娇看准时机，将淮南王妃的手腕划破，泡在羊血里。不消片刻，她便能明显看到那东西蠕动得越来越快，很明显是往割破手腕的这个方向。2个丫鬟倒吸一口凉气，紧紧捂着自己的嘴，防止发出声音打扰到沈月娇。沈月娇则是紧紧盯着向前蠕动的蛊虫，防止它经过心脏附近的时候偏离路线。淮南王妃眉头紧皱，忍不住发出呻吟声，不过显然只能感觉到痛，还没有醒过来。侍女上前一步就准备给她喂药，被沈月娇拦住了。哎，她还没醒，现在喂不进去。侍女应声退到一旁，紧张地关注着自家王妃。她随时关注着蛊虫的动向，不过还好，她所担心的事情最终都没有发生。蛊虫特别顺利地到达手腕被割破的伤口处。沈月娇用提前准备好的镊子将蛊虫夹起来查看。哼，小东西还挺活跃，不过你马上就要死了，谁也救不了的那种哦。王妃醒了，神医，我们王妃醒了，您快来看看。啊，我这是怎么了？王妃您中毒了，是小神医给您解的毒。啊，多谢小姑娘救了我。王妃不必客气，如今已经取出了蛊虫，不过体内还是残留了少量的毒素，还要用几副药才能完全解毒。沈月娇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才让淮南王妃好好休息。全部交代好之后，才带着沉睡蛊离开。刚才没有直接将蛊虫弄死，就是他想要研究一下这玩意儿。王爷可以进去看看，不过不能在王妃房间里待太长的时间。王妃体内的蛊虫取出来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体虚，还是要好好休息才行。本王晓得了，沈姑娘稍等一下，我看看夫人，等一下给你拿报酬。他留下沈月娇，主要也是想听听他那里有没有关于自家夫人中蛊毒这件事的消息。沈月娇拿着自己的200两银子的医药费离开，拒绝了端木苓的挽留。端木苓无奈，只能给足了报酬让他离开。至于淮南王想知道的事情，那就只能下次找机会再旁敲侧击地问一下了。小姐，出事了！梅雅死人了！怎么回事儿？边走边说。李无忧在路上将媚雅里发生的事全部讲给他听。事情还要从晌午的时候说起。媚雅突然进了3个口音奇怪的人，虽然口音奇怪，但是跟其他客人进铺子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买了铺子里的整套化妆品和香水，甚至还要求侍者给他们化了全妆，最后离开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就在1个时辰前，那3个人又回来了，这次还带了个男人。
其中一个长相白皙的女子闹着说自己脸上痒得很，说是因为用了她家的化妆品才会这样。除了她自己说的痒之外，脸上有没有起小红点或者其他的什么？确实，脸上已经起了红斑，不只是脸上，在那女子露出来的肌肤上也都多少有一些红斑。那女子身上的反应跟小姐说的过敏反应不太一样。先不说这个，你刚才说死人了是怎么回事？那3人到店里大闹一通，王招娣说话有些冲了，那些人一生气便放出了一条蛇，那蛇咬了店里的客人，客人当即便没了呼吸。你们可报官了？已经让人去官府报官了，只是被咬的那姑娘似乎也不是青州府的，而且看上去来历不小。我先去看看，你去知府府一趟，请端木大人到媚雅去。是，那小姐你自己小心。沈月娇到媚雅的时候，就见门口已经站满了人，挤进去才发现门口有2个人拦着，这其中一个还是他见过的淮南王府小郡主身边的丫鬟。小布，那里面被蛇咬的是淮南王府的小郡主李诗文？是的，主人，里面的人是李诗文，现在人还是假死状态，若是再不及时施救就真死了。那这2个堵门的人是不是也知道李诗文没死啊？那个暗卫知道，已经去请大夫了，不过恐怕来不及了，李诗文只能再等一盏茶时间。沈月娇一听这话，哪儿还能不着急？可不能刚把老娘治好了，又让人家闺女死在自己的地盘啊！我是这铺子的东家，让我进去看看里面的人，还能救。暗卫看向沈月娇的眼神带着犹豫，他内力深厚，能感觉到小郡主的气息，所以第一时间便让人去通知王爷并请大夫。但是现在小郡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他们派出去的人还没动静，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大夫来。哼，既然你是这铺子的东家，便跟这些人一起在这等着吧。我家郡主若是在你这铺子里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得赔账。我是大夫，刚才我的人已经跟我说过了里面的情况，你家主子现在非常危险，若是再不救治会没命的。你放心，我不会推卸责任，事后该怎么赔偿你们说了算。赔偿？我家郡主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你配得起吗？你家主子再耽误下去就真的没命了，我让人去请淮南王，若是出现什么问题我来承担，赶紧放我进去。你知道我家主人身份啊？我们刚才还在知府大人那里见过，别耽误时间，赶紧闪开。沈月娇直接将挡在门口的2人推到一边，暗卫还是不放心他，转身就要拦人。再耽误下去，你家小郡主死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你们怎么向自己的主子交代？暗卫听见这句话，攻击沈月娇的动作也顿了一瞬，不过很快恢复攻势。这次动手的还有另一个暗卫。就在3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外面传来淮南王的声音：住手！让沈小姐去看看。还没来得及诊脉，直接将银针封住她的几处大穴。反正都是蛇毒，先让毒素不再蔓延就对了，不然时间已经耽误了，再从诊脉开始肯定是来不及救人的。封住几个大穴之后，沈月娇才腾出时间来诊脉，确定是什么毒之后才能着手解毒。只有蛇毒，可看清了那蛇的样子？蛇头是红色，蛇身是黑色。那什么蛇？小布，你能看出来吗？是苗疆圣女的蛇王黑环蛇，不过已经被圣女养了多年，是普通的黑环蛇不能比的。那就是毒性加强了呗，那也难不倒我。不过苗疆圣女，那几个人里面有苗疆圣女？那个脸上长红斑的便是苗疆圣女了。那她脸上的红斑真的是用我的化妆品用的吗？怎么看起来不像是过敏啊？她中了噬情蛊，每月15不省男女之事就会变成这样，这种红斑会持续3天。那今日也不是15啊，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
确实不是失误，但是失误当天他吃药压制住了，所以今日才出现这个状态，也是巧合。切，什么巧合？这是故意陷害我们媚雅吧？明知道自己中毒，还打算甩锅啊！把你们郡主扶起来坐好。小丫鬟按照她的吩咐做事，将李诗文扶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沈月娇将内力灌去李诗文体内，一直到对方吐出一口黑血才停下。沈小姐，这毒解了？如今只是压制住了，想要解毒，还得问下毒之人要解药。这位小姐还请快快交出解药，否则几位恐怕不能离开这里了。哎呦，我们真的好怕哟！这么多人，不知道能对我们做什么呢？你们将本小姐的脸弄成这样，我只是让苗苗给你们个教训而已。来人，将这些人拿下！就凭你们也想抓人，怕不是会直接给我们讲宠物吧？苗疆男人直接抬了抬自己的手腕，那上面赫然是一条花里胡哨的蛇。沈月娇扫了一眼，显然这蛇变异的更厉害，都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了。不过定是剧毒无比就对了。沈月娇直接在衣袖中拿出一个药包放在地上，本来还盘旋在自家主人手腕上的蛇们直接向沈月娇这边爬了过来。沈月娇看见这种冷血动物，整个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忍不住向旁边靠了几步。没有他们那些宠物的帮助，几个苗疆人自然没过几招，直接被压在地上。苗疆圣女不知道口中念叨了几句什么，那小黑蛇似是要反应过来回到自己主人身边了。沈月娇见此，又拿出一包药粉撒过去，戏谑道：哼，拿个东西啊，把这几条蛇扣住，晚上炖蛇汤。是，小姐。给我收！你们以为抓住我们就能拿到解药？真是痴人说梦。你不会以为我解不了这蛇王的毒吧？你怎么知道蛇王？哼，我不只知道蛇王，我还知道你身上中的毒呢。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将你们的蛇全都抓了？不可能，我的蛇王毒性很强，除了我无人能解。小布，这男的不会是苗直吧？那个苗族王子？是的，主人，也是这位圣女的哥哥。这个我懂，淮南王妃中的蛊毒跟这几个人有没有关系啊？也有些关系，那个女子是苗直的爱慕者。3月前，这几个人在淮南的时候遇到过淮南王妃和李诗文，因着苗直夸了一句李诗文的容貌，女子心生妒意，便想着给李诗文下蛊。不过被苗直出手打了一下，蛊虫移了位置，就被甩到淮南王妃身上。哎，这苗直不是沈甜甜的舔狗吗？怎么这会儿看上李诗文了？苗直也只是嘴上花花随口一夸，实际上现在已经不记得李诗文了。出手阻止那个女子，也不过是不想多生事端。沈小姐帮本王看看，哪一瓶是解药？嚯，这可都是毒药啊！这些人一点解药都没准备，就不怕自己不小心沾了毒？这有点太过自负了吧？哎，还好我能解这蛇王的毒，不然怕小郡主性命不保啊！这些都不是解药，不过呢，这毒本小姐也能解。哼，不可能！我养的蛇王剧毒无比，他的毒除了我无人能解。哼，无人能解？你不但长得丑，眼界也不高呢，不知道人外有人吗？本小姐医术高明，万毒可解，包括噬情蛊哦。虽然吹得有些过了，但我知道的毒都能解，不过万毒也有大几千了吧？你怎么知道噬情蛊？你真能解这蛊？
怎么可能？本小姐说了，我可解万毒，更何况是小小的噬情蛊。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先来谈谈我铺子里的化妆品到底有没有问题。你怎么证明你会解噬情蛊？难道巫师说让自己来大月找的那一线生机就是眼前这个人？若是其他人中了噬情蛊还能找人缓解，可她是苗疆圣女啊，20岁之前不能成亲，根本不能和普通人一样。而这噬情蛊的毒若是一直不能缓解，那她1个月后便会死。巫师用了自己10年功力才帮他算出大月有他的一线生机，所以便让他和哥哥来了大月。我为什么要证明？又没有人需要我解毒。我们现在还是来说说化妆品的问题。听说你这脸是用了我们的化妆品造成的？你是这铺子里的侍者给我上了妆，我才变成这样的。你真能解这情蛊？帮我妹妹解蛊毒，条件你随便提。是吗？中蛊了？不是说用了我的化妆品才成这样的吗？她只是恰巧毒发，并不是用你们铺子里的东西造成的。苗瑞眼神狠狠地和他对视，却并没有要道歉的意思。沈月娇嗤笑一声，转头对上端木林。这几个人在我铺子里闹事还伤了人，我要报官。且这几个一看就不是我大月人，我怀疑他们来此另有目的。正巧知府大人在这儿，不如将他们带回去审问一下。是应该交给官府。来人，将这些人带走。沈小姐能否解了小女身上的毒？能解，您先将人带回去，明日我制出解药后给王爷送去。不可能！你们放开我！他是个骗子！骗子！我的蛇王剧毒无比，若是没有我制作解药，那女人必死无疑。苗蕊，闭嘴！我可以给这位小姐配制解药，说来这件事也是我们的错，我愿意做出补偿。哥哥，不要向这些人低头！你的蛊王呢？毒死他们呀！贱人！贱人！你们别太猖狂，乖乖放了本少女，否则有你们好看！坏人，我要让你们都不得好死！沈月娇眼神冷了下来，直接2步上前，将苗瑞从几个官兵手里提起来扔向门外，运行雷系异能踢到苗瑞身上，定定地看着他，表情冷凝。圣女大人杀的人也不少吧？还想让本小姐救你，不如直接送你去给那些被你无辜杀害的人陪葬，好不好啊？小姐饶命，我让苗蕊给你道歉，还请这位小姐手下留情。苗芷脸色苍白，不敢置信地看着那披在苗瑞身上的雷电，自己的直觉和眼睛告诉他，这雷电和少女有关，却又觉得不可能有人能有这样逆天的能力啊。不过这让他更相信沈月娇能解苗瑞身上的毒，这位就是巫师说的那一线生机，或许还是苗族的救星。还不快点给这位小姐道歉？你想死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中了噬情蛊，我的脸跟你们铺子里的化妆品没有关系，都是我的错，是我故意陷害你的。这位小姐，我们的道歉是真心的，请小姐原谅我们，请各位大人原谅。被我们蛇咬伤的这位小姐，我们也会做出赔偿，解药我们也会尽快送上。将我的损失赔给我，你们的事情我不参与。好，小姐无论是提什么条件，我们都尽量满足。哼，不是尽量，是必须，而且不是我提要求，而是你们对我铺子造成的信誉损失做出的赔偿，1万两。没问题，不过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银子，需要回客栈去取。2位大人，
你们需要先给我女儿解毒，其他的之后再说。当然，正巧我有些事情需要跟2位大人讲，不知道去哪里谈合适。苗直等人被端木林的人带着离开。你们这是欺负本王什么都不懂，所以这说法一时一个变化。不，王爷属实多虑了。圣女准备制作解药的时候，才发现缺了一味药材，这药材并不是普通药材，一般医馆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才来和王爷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的侍女去采药回来。说起来，这件事还真不是他们说谎。要解圣女手中蛇王的毒，是需要用蛇王蛇胆的。圣女的蛇王在身边养了多年才养成，她并不想轻易杀了。但是要找到代替蛇胆的药材，就要回他们苗疆去取，否则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淮南王，想让对方宽限几天。而且圣女也是可以压制毒药的，只要让人快马加鞭回去取药，并不耽误解毒。这毒也不是非得让你们圣女制作解药，若是苗疆王子有什么其他想法，还是直接打消比较好。本王子以苗族的声誉担保，王爷只需要宽限些时日，我们一定将郡主的毒解了，不会影响郡主的身体。我也可以保证能让郡主明日便醒过来，这样的话王爷可答应？苗疆王子不必多说，沈小姐跟我说过，小女这毒她明日就能制成解药。本王之所以让苗疆圣女去制作解药，也是想给2位一个为自己承担错误后果的机会。既然苗疆王子不需要这次机会，那我们也不强求。实不相瞒，若是不回苗疆取药，那只能取了圣女手中蛇王的蛇胆，本王子还得去劝说一二。那南疆王子便回吧，自己酿下的苦果就需要自己承担后果。既然是那畜生咬了人，取个蛇胆也不过分。苗直要争取好处的话直接被打断，又听见淮南王似威胁的话，便不敢再多说什么，只能讪讪地行了一礼离开。看着离开的苗直，淮南王面上只有不屑冷笑。王爷就不怕这些人一生气直接撂挑子不干了？怕什么？不是还有沈小姐在吗？这边被他们信任的沈小姐已经陷入蛊毒的痛苦之中。哎呦，痛死了！这刀生锈了，怎么还这么锋利啊？哎，这么痛苦我都受了，就不用死了吧？一直到看见蛊虫随着鲜血流出来，沈月娇才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将伤口简单处理了。沈月娇右手扶上左手手腕，给自己诊脉，毒素还是没清除，不过好在暂时压制住了。嘿，你竟然在喝我的血，这长得也太快了吧！时间慢慢过去，沈月娇身上的蛊毒并没有发作。沈月娇在这小世界中转了又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药材，哪怕是一株药材都没有。沈月娇还记得小布说的，空间升级之后，每个传承的考核都被升级为3次机会，所以她知道自己不会真的死在这方小世界中。时间慢慢过去，沈月娇也因为无聊和小蛊虫越混越熟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都感觉自己已经能跟小蛊虫无障碍沟通了。忽然眼前一闪，沈月娇面前换了场景。主人，怎么脸色这么苍白？这次考核很难吗？哼，岂止很难，那简直就是太难了。发泄一通之后，突然感觉自己手上痒痒的。你这小东西竟然跟我出来了！那主人，你没解毒是怎么考核通过的呢？什么？我考核通过了？是的，主人已经接受传承了。沈月娇也是满脸的震惊和迷茫，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考核的呀。她的毒不是还没解吗？这么想着，赶紧给自己诊脉，确实还有残留的毒素。那位前辈说无法解毒，将会在梦魇中死去，
他虽然没解毒，但是将毒压制住了呀。哼，原来还能这样啊！主人，你怎么啦？没事没事，小布，我已经接受传承了，而且还带出了前辈送我的礼物。恭喜主人！主人脸色好苍白，还是先给自己解毒吧。唉，好，那我先将这些新的记忆整理一下。沈月娇休息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所以等他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而淮南王一大早就来到了沈家，已经等了半天了。哎呀，娇娇，淮南王和端木大人找你，如今在前厅，你大哥和外公在招待呢。我知道了，娘。我看两人脸色不太好，也不知道找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叫醒你，他们又不让。娇娇啊，你在外面做事可得小心点儿。我知道了，娘放心吧，我会小心规避麻烦，将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王爷和端木大人怎么过来了？沈小姐终于醒了，可让本王好等。昨晚找到了一些医书，看到半夜，小郡主的蛇毒可是解了。解药已经服下去了，但是小女一直未醒，本王想请沈小姐过去看看。还没醒？什么时候喂下去的解药啊？43克。苗疆王子说是他们连夜制出来的解药。那我便跟王爷走一趟。王爷稍等，我去拿些东西。说话，你哑巴了？到底怎么回事？蛇王呢？你没去蛇胆？我是按照和哥哥商量好的那样做的。蛇王已经被杀了。至于大月的那个郡主为何没醒来，我不知。这都是他们自找的，谁让这些人要害我的蛇王呢？当初放蛇王咬人，也没想到会惹上这样身份的人，一切都是他们运气不好而已。苗直的眉头凝成死结，看他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心中也有些犹豫不定。难道他真的没有做什么手脚？也确实，他给那位郡主诊过脉，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只是不知人为什么现在都没醒过来。王子殿下，大月淮南王派人来请您和圣女过去一趟。秋来，谨言慎行，说你还想活着，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位淮南王满意。事后你想让那位沈小姐帮你解情蛊，还需要淮南王帮忙。跟上。两位请坐。多谢淮南王。没关系没关系，我用苗族秘法换的毒，哥哥都看不出问题，这个女人更加不会看出什么异样。郡主的蛇毒已经解了。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苗疆圣女要解释一下，郡主为什么如今中了蛊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小布，苗瑞对李世文做了什么啊？为什么我发现他体内有一只蛊虫，却诊不出有中毒的症状？主人，苗瑞不舍得取蛇胆制作解药，所以使用了苗疆秘术，让西洋蛊进入李世文体内将毒吸干净。而西洋蛊之所以能吸人体内的毒素，是因为他在吸取毒素的过程中同时吸取了阳气。接收了传承的沈月娇自然知道这种蛊虫的，
只不过这蛊虫属于邪术，而那位前辈似乎有意将邪术模糊化，所以他知道的也不是很详细。不会等到阳气被吸光，蛊虫就会长大。蛊虫长成之后，李世文便会醒过来，和正常人无异。蛊虫便会在他体内产出另一种毒，毒性会在7749天之后爆发。李世文的身体会以最快的时间衰老，而且一旦毒性爆发，无药可救。只要蛊虫在体内长大，就算在毒发之前解了毒，也会留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啊？终身不孕。混账东西！哎，淮南王听见郡主中蛊，便被气成这样。这要是知道这蛊虫的危害，还不得直接撕碎了苗瑞？安且稍安勿躁，不如让沈小姐说说郡主现在的情况要如何补救。这怎么刚解了蛇毒又中蛊了？苗疆圣女虽然为郡主解了毒，不过却不是用的解药，而是用一种阴损的邪术将蛇毒换成了蛊毒。我之所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就是因为现在郡主身中蛊毒。来人，给本王将这些人通通抓起来！淮南王请息怒，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本王子定会查清真相，给王爷一个交代。对，大越王爷可别听这女人胡说，我可没用什么邪术，我能保证郡主今日定会醒过来。她一个大越人，怎么可能了解我们苗疆蛊术？哼，圣女说的倒是轻巧，你自己也是女子，又为何要用这么阴损的法子对付郡主呢？你难道不知道等着西洋蛊长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苗疆王子可要好好跟本王解释解释，本王如今不得不怀疑苗疆王子和圣女这次来是想挑衅我大越的国威。可别乱说话，这哪是挑衅啊，这都是明晃晃的看不起啊，都让人欺负到家门口了，再不动手就显得你无能了。哎呀，幸好用那邪术的时间还不长，如今郡主还没醒过来，若是等郡主醒过来，即使再服下解药，那也晚了。请王爷准许我给郡主诊脉，如今应当将郡主的安危放到第一位，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本圣女保证郡主醒来之后与正常人无异。闭嘴！本王警告你们，若是我有个什么万一，不管你们是谁，都该去给本王陪葬。淮南王说什么陪葬的话就有些过了，你们当真要为这些小事与我苗疆为敌？笑话，我大越泱泱大国会怕你苗疆？都愣着做什么？给本王将这两人绑了！苗直面色阴沉，嘴角挂起阴狠的笑，将自己手上的毒蛇和蛊王唤醒，准备等会儿给自己争取跑路的机会。看了眼旁边吓得惊慌失措的苗瑞，顿时有些心累，这个拖油瓶恐怕不好带出去。端木林眼里冷光转瞬即逝，脸上挂起假笑。哎，都冷静冷静，不要忘记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下还是要先给郡主解毒为首。这两位怎么说是苗疆的王子和圣女，就算要打杀也得先禀明皇上才行，可不能私自行动。苗家王子也理智一些，本官相信几位来的大越也不是为了游玩的，若是因为意气用事耽误了正事儿，可不划算。苗直表情一阵僵硬，他们来大越可不就是有事要办吗？谁能想到还没到大越京城，便在青州府这里卡住了，现在将人得罪了个彻底，不知道还能不能寻到巫师口中的那一线生机。本王子并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我也给郡主诊过脉，确实没有发现郡主体内有蛊虫停留过的痕迹。我想说起蛊毒，不会有人比我们苗疆更了解。哼，这是阴阳谁呢？哦，是阴阳我呢。苗疆王子这是怀疑我在说谎，还是说我的诊断有误？那不如我将蛊虫给你引出来，让你看看如何？既然沈小姐这么有信心，那直接将蛊毒引出来被郡主解毒，
那自然是好的。既然这样，那便让圣女将蛊王交出来吧。啊？凭什么？西洋蛊的解药只有经过我们苗疆的圣水浸泡才能制成，你要我的蛊王只是借口。哼，那你现在是承认自己用了邪术？你胡说！本圣女用的是我们苗疆的秘术，可不是你说的什么邪术。本圣女已经派人去取圣水了，定能在那郡主毒发之前解毒。哼，等你的人取回苗疆圣水，黄花菜都凉了。郡主体内的蛊虫必须要在长成之前引出来，否则就算毒发之前解毒，也会造成终身不孕。圣女如今推辞不交出蛊王，是想等蛊虫长成之后继续毒害郡主吗？苗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难怪自己诊不出蛊毒的迹象，原来是因为这蠢货用了只有圣女才能学的秘术。更让他心中疑惑的是，沈月娇为什么会了解他们苗疆的秘术？沈月娇对蛊术的了解甚至胜过自己这个苗疆王子。